为了证明舔狗也有春天，我追了校花99年，到最后换来一句舔狗排在狗后头，重生回到18岁，我直接甩了自己一个大逼斗。果然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这一世我要当铜井城。看着满地的啤酒瓶，这是我对校花苏荣英表白失败的第2天，更是我当上备胎的开始。此时我强撑身子进了浴室，洗了个热水澡，将垃圾收拾好，离开了家。小江，今个还是来一碗素面吧。李叔，给我来一碗大份牛肉面，再加1根火腿肠。前世我追校花，身上零花钱都花在她身上，如今我不舔了，咱也能实现牛肉自由了。正当我沉迷缩面快乐时，高中死党陈云松打来电话。江彻，你没事吧？苏荣英拒绝你，那是她的损失，班里更是一群脑瘫，别搭理他们，我请你上网去。刚出了个英雄叫亚索，我玩的贼溜，带你嘎嘎上分。前世我并没有搭理他，甚至还嫌陈云松很烦，给他拉黑了。我没事，待会儿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锁神。你可别吹了，快出来吧，我等你，待会谁坑了谁教父。行，我让你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大腿。这么好的兄弟，前世竟然为了一个女人拉黑了他，我可真该死。云云今天真是辛苦你了，我外婆跟外公来家里，我妈没有时间，让我出来采购，等改天我请你吃饭。没事，也不是太累。对了，荣音，你看那边的人是不是江彻？还真是他。江彻，快过来帮我们提一下，你不会忍心看着你的女神苏荣音这么累吧？我不由得一怔，又很快释然一笑，看起来东西还真不少，你们加油！陈云松在网吧等我呢，我先过去了，拜拜。江彻，你……高云有些难以置信，讲道理江彻应该直接把东西都接过去，怎么就这么走了？云云，我们走，我以后都不想再搭理他了。此时网吧内，江彻凭借前世王者经验成功让死党陈云松教父，这可能就是男生之间的快乐吧。对了，江彻，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呗。我不是问你这个，我是说苏荣音，就让前尘往事随风去吧。舔了这么多年，被拒绝了，我也该清醒了。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了，走吧，陪我去剪个头发。此时陈云松跟着我来到了一家理发店。江彻，你真要把头发理了？你这蘑菇头我记得是从小留到现在的吧？你再想想，千万别冲动啊。没冲动，又不是剃秃子，换个发型换个心情，托尼老师别搭理他，开始吧。俗话说，男人要想混得好，头发必须往后倒。江彻换个发型，当场变成了一位男神。江彻，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都要怀疑你是不是去整容了。开玩笑，就哥这颜值还需要去整容吗？江彻本来就挺帅的，只是那厚厚的蘑菇头显得很呆，这一下有点解除封印了的味道。老江，我觉得你现在再去跟苏校花表白，机会绝对非常大。表白毛线，我早就想通了，天涯何处无芳草，大学生活才叫好，黑的白的网的摆在你眼前，我又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啊？别呀了，走吧，各回个家，我爸妈估计也回来了。江彻说的黑的白的网的是什么？连追了这么久的苏校花都舍得放弃？前世我是名死舔狗，所有零花钱都花在他身上，到最后换来一句我成灰了都轮不到你。如今重生归来我不舔了，吃面都可以加大份牛肉，更是花巨资剪了跟哥哥同款发型，这颜值堪比屏幕面前的观众老爷。江彻怎么还没来啊？不会跟苏校花表白失败，学也不上了吧？有这个可能，就他那颜值，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我去，快看帅哥，他怎么坐到了江彻的位置上？老江你可算来了，作业呢？赶快给我抄，来不及了。开什么玩笑？他是江彻，这哪是换了个发型，简直就是换了个头。荣一，你说江彻是不是为了吸引你，故意改变自己啊？哼，昨天还不帮我们提东西，今天还整个发型想引起我的注意，真幼稚。这时班主任顾大飞拿着一大堆卷子走进教室里，打断了班里的议论声。同学们，现在距离高考还有30天的时间，12年的努力，成败就看此一招。这是高考前倒数第3次摸底考试，希望大家都能够认真对待。此时我脑袋一阵刺痛，只要我仔细回想，前世的记忆就会变得无比清晰，思路也是无比活跃，换言之，也就是我的智商变高了。有了智商变高跟过目不忘，这1个月的时间，别说浙大，怕是清北都有希望。苏荣英前世你对我爱答不理，如今我让你高攀不起。江彻，你是有什么问题吗？没事。时间到，大家停笔交卷。江彻，刚刚你最后那道题会吗？会啊，那不有手就行吗？哎，我估计得进场打螺丝了。我这段时间会冲刺补习，你跟我一起学就行。好的，义父。江彻自信的笑容再搭配上他俊朗的面容，看得苏荣英小鹿乱撞。江彻，我也加入你们。这语气不是询问，而是直接的通知。江彻感到一愣，苏荣英果然还是这一如既往的语气。不了，我们2个相互督促就够了，再多一个人反倒会很累赘。苏同学，你找别人吧。他凭什么说我是累赘？就因为我拒绝了他的表白吗？可我就是不想谈恋爱，凭什么不能拒绝？拒绝是自己的权利啊，继续当朋友不就好了吗？接下来一整天都是考试，身心俱疲的苏荣英走在路上，这也是她初中3年、高中3年第一次知道书包是如此的沉重。这时后方传来骑车的声音，苏荣英下意识转头看了一眼，发现竟然是江彻骑着电瓶车过来，她登时一喜。江彻，我就知道这是你欲擒故纵的把戏，简直太幼稚了，你现在来也没用了，我绝对不会理你的。可下一秒江彻直接就从他身边呼啸而过，没有半点要停的意思。江彻，怎么了？书包太重，我没力气走了，你带我一程吧。跟你好闺蜜高云打个电话吧，我妈催我回家吃饭，先走了。
再见。江彻，你之前可不会这样子对我说话的，就因为我拒绝了你的表白，那是我的权利啊，我们还做朋友不好吗？拒绝我是你的权利，我跟你当不当朋友也是我的权利啊，而且我有说我们不是朋友吗？是朋友，那你为什么这么对我？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以前那样才不是朋友，那是舔狗。江彻没有解释太多，还有最后1个月的时间，高考结束就各奔东西，他们的人生就再也没有交集。前世为了证明舔狗也有春天，我追了校花99年，校花想吃烧烤，我直接嘎了自己一个腰子烤给她吃，结果就换来一句舔狗排在啤酒肚后头。重生回到14年高中时代，面对前世女神搭顺风车的请求，我直接一个地板油请她吃了一嘴的灰。容音，你怎么哭成这样了？刚刚走的那个是江彻吗？是不是他欺负你了？苏荣英并没有回答，此时她感觉到江彻正慢慢脱离她的世界。妈，江彻不理我了。小彻怎么会不理你呢？你们俩从小长大一直形影不离的，这次是闹矛盾了吗？没有闹矛盾，就是他那天向我表白，我拒绝了，之后他就不理我了。苏母柳眉拧起，江彻也算是他看着长大的，他早就看出江彻喜欢自家女儿了，但这孩子也不太像是这种被拒绝之后就变成这样的人。当时是怎么回事？跟妈妈讲讲细节。前几天我们同学联谊会上，江彻不知道为什么要了一瓶啤酒，喝完了之后就突然说喜欢我，然后我被吓了一跳，失口大声就拒绝了。哎，所有人都看得出小彻喜欢你，就你自己不知道，你是故意的也好，不是故意的也罢，事后是不是有很多人嘲笑小彻？你呀，也是妈妈的错，从小太过呵护你了，再加上江彻一直让着你，你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与人相处，也不知道替别人考虑。苏荣英自责地低下了头，又将这几天跟江彻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傻丫头，你把江彻的好当成了一种习惯，甚至无意间践踏着他那颗真心。只是之前的小彻一直在默默付出，没有在乎过这些，而现在他换了发型，还亲口跟你说出了你们是朋友关系的话，这代表的他的心凉了，他彻底的放弃你，放弃这段默默付出不见回报的关系了。苏荣英的俏脸瞬间煞白，她感觉自己的心脏被狠狠地捏了一下。高高在上的公主第一次恐惧骑士也会有一天离开自己。茵茵，你已经过18岁生日了，也是个成年人了，以后人生的路途终究要你自己走。如果你觉得江彻并不重要，你们就当朋友，也未尝不是坏事。但你要是很珍视这段关系，想要挽回的话，那就要付出行动跟努力，而不是在这里哭鼻子。我觉得江彻很重要，那就拿出你的态度，让他看到。态度吗？妈，我知道了。次日一早，苏荣英带着一个神秘包装偷偷放到自己课桌下，刚准备有所行动，班主任走了进来。同学们考试成绩出来了，这次有一个人进步非常大，在这里提出表扬。江彻574分，比起上次考试高了30分。我擦，这小子不仅换了个发型变帅了，学习还进步了，难道舔狗也有春天啊？江彻再接再厉，高考只要保持这个成绩，考进一部分不错的211学校完全没问题。放心吧，顾老师，我的分数只会一次比一次多，到了高考没准直接能考个状元回来呢。那老师可真是期待了。彻子，你怎么回事？表白失败，成绩没有下降，反而还高了30分。你好像很希望我考差的样子。没有，我就是纳闷你怎么做到的。接下来网吧你也别去了，跟我一起冲刺几天，先去食堂吃饭吧。江彻想在这个节点上拉好友陈云松一把，摆脱他前世进厂打螺丝的命运。陈云松感到一丝凉意，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脖子。江彻，这是给你带的便当，仰望星空，你趁热吃吧。这玩意吃了怕不会得立刻投胎吧？谢谢你苏同学，陈云松非得请我吃食堂，这还是你自己吃吧。江彻不想再和苏荣英有一丁点的交集，如今回来找自己，无非就是突然的失去，让他感到了极度的不适。这时苏校花舔狗2号秦小龙赶了过来。江彻，马上向苏同学道歉。请问班长，我哪里错了？你把苏同学惹哭了，就应该道歉。秦小龙，谢谢你，但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不用你多管闲事。不得不承认，之前江彻跟他同是天涯沦落人，只是江彻好歹能在苏荣英身边，能舔得到，而秦小龙是虚空舔，想跪舔都舔不上的。同学们，今天咱们就不上课了，给你们放松一下，我们来唱英文歌，有谁想要第一个上来的？老师，江彻说他唱英文歌贼牛，让你把我女神气哭了。你一个英语徘徊在及格边缘的渣渣，这回看你怎么出洋相。此时江彻丝毫不慌，前世苏荣英想出国留学，江彻为了陪她专门报了个英语补习班，一首 Rolling in the Deep 献给你们。江彻一开口，声音清脆且富有磁性，音准完全一丝不差，惊得满堂目瞪口呆。真该死，他什么时候学的？看他装到了，比要我命还难受。苏荣英本来打算要放弃了，她强烈的傲娇跟自尊让她做不到再被江彻拒绝一次。可看到讲台上大放光芒的江彻，这一瞬间让她心跳加速。江彻无微不至呵护了我6年，我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放弃？我当着全班同学们的面打翻校花送来的爱心便当，可校花非但没生气，反而贴心问我有没有被烫到。前世我给苏荣英当了99年舔狗，她一句想喝排骨汤，我直接拆出一根肋骨煲汤给她喝，却被她倒掉喂狗。这一刻我的尊严被丢在地上，狠狠践踏。重生归来我不舔了，她却急了。
老姜，你真的不追苏校花了吗？对啊，我已经想通了，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有位大师曾说过，只要你学会一招单手开法拉利，从此身后五彩斑斓，黑的白的网的应有尽有。高，这招真高。老陈，你这段时间跟我好好冲刺一波，一起考个好大学，为父到时候带你体验一下。义父，这可说定了。同学们都静一静，距离高考只剩最后10几天，这次是倒数第2次摸底考试，大家一定要从中找到自己的不足。很快1天的时间都在考试中度过。荣音，江彻他不知好歹，竟然敢拒绝你的好意。这里是2张顶级自助餐厅，我们一起去吃吧。班长，别这么叫我。另外我不饿，你自己去吃吧。就在这时，苏荣英看到江彻走了出来。江彻，我们一起去吃饭吧。学校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很好吃的餐厅，我请你。不好意思，我妈喊我回家吃饭。这段时间江彻改变许多，不仅换了个同款哥哥发型，颜值直逼屏幕面前的观众老爷，另外还会唱歌，就连成绩也飞速提高了不少，这让苏荣英心动不已。哼，江彻，我一定会让你重新回到我身边。儿子，这离高考没几天了吧？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没啥感觉，该吃吃，该喝喝，主打一个心态好。臭小子，什么叫没啥感觉？我们这是不想给你压力，已经尽量用很顾及你的办法问了，你就这么让我们担心？说好了不给孩子压力的。好了妈，消消气，我这不是想着等成绩出来之后给您一个惊喜吗？不给我惊吓就不错了。那要真是惊喜怎么说？你要是考上一本，我给你2000块钱零花钱；考上211给你5000，985给你1万，是不是还想问问考状元给多少？你要让我们老陈家祖坟冒青烟，我直接把你爸5万块钱私房钱全都拿给你。妈，我们立字为据。行，我就给你立这个字据，别到时候1毛钱也从我这儿拿不到，那真就丢死人了你。妈，你就等着掏钱吧。我们班大部分同学相比上次模拟退步了一些，但没关系，现在还有时间，足够大家找到自身的问题所在。还有几个同学成绩提升了不少，秦小龙总分630，比起上次考试提高了20分，进步非常大，保持现在的状态。哼，江彻你个考500分的渣渣，也配跟我抢苏校花？荣音，待会下课要不要我跟你补习一下？不用了，另外别这样叫我，谢谢。江彻总分649，比起上次提高了整整75分，尤其是英语150分满分，是我们这次模拟全市唯一一个英语满分的同学。我靠，江彻你也太猛了吧！低调低调，常规操作，可别再说了，我怕把隔壁那位刺激到了。江彻你，陈云松456分，比起上次提升了57分，继续加油，好好跟江彻一起学习，争取稳住2本，冲刺1本。小彻，你教我的那些真的有用，我爱死你了！给我滚一边去，我取向正常。苏荣英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这次成绩出来，江彻有了这么大的提升之后，高考结束，他们极有可能再也不会有什么交集。江彻，我该怎么做，我们才能回到以前的样子？回不去了，今天的太阳还是昨天的太阳，但今天的人已经不是昨天的人。江彻，我知道你生我的气，是我不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拒绝你，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被你吓了一跳。跟这没关系，你不用道歉。就像你说的，拒绝我是你的权利，我也尊重你的选择。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双向意愿的事情。那到底因为什么？江彻，你告诉我好不好？原因是我当舔狗当够了，无理由的掏心掏肺付出，收到一丁点的回报就能开心的蹦起来，哪怕跟付出完全不成正比。此时苏荣英脑海浮现出了这些年江彻是如何对自己的情景。江彻，这书包好重呀，你可以帮我背一下吗？那行，我给你拿书包吧。而这一背就是6年，根本没有一点在意江彻另一个肩膀上的书包是他自己的。荣英，你喜欢吃的冰淇淋，我排队好久才买到的。都化成这样了，怎么吃啊？你自己吃了吧。全然忘了他不顾排队的炎热，只想让自己在大热天吃上一口自己喜欢的冰淇淋。自己怎么能这么过分？江彻对我的好怎么都被我忽略掉了？是我没有珍视你，我们还回到之前好不好？我不会再让你当舔狗了，我保证。别哭了，这人生还长呢，前路漫漫，谁都可能只是一个短暂停留的过客。苏同学，你不用如此介怀的。这一次苏荣英真的感觉江彻要离开自己的世界，暖暖的阳光下，此时他的心却仿佛被冻住一般。不过此时苏荣英却在心底下了一个决定，这将给江彻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10年舔狗无人知，一朝学霸天下闻。江彻凭借重生带来的超强记忆力，斩获全市联考唯一一个英语满分。我怎么早没发现江彻这块金子？要是能在发光之前给他拿下就好了。醒醒吧，流氓！没发光的时候眼里只有苏荣音，发光了连苏大校花都进不去眼里，我们更没机会，真是可望不可及。此时江彻丝毫不在意这些，重生归来女人只会影响他考高分的手速，如今唯一目标就是备战7天后的高考。而高3年级也迎来了最后一场模拟考试，江彻的成绩提升至660分，全校第7。彻子，你还是人吗？短短1个月时间，你分数就提高这么多，真是恐怖如斯。别大惊小怪的。对了，你小子怎么还只有450分？亏我这段时间一直辅导你。我这不是考历史的时候不小心睡着了吗？你放心，我绝对能够保证本科过线，保2争1。连考试都能不小心睡着，昨晚是不是奖励了自己？奖励自己？啥意思？
不懂算了。如果陈云松知道这些话的意思，一定会立马狡辩起来，因为江彻猜对了。转眼就到了6月5号，高考正式拉开帷幕，门口所有家长都焦急地等待着。老江，你说这臭小子会不会因为太紧张发挥不好？你看那小子像是紧张的模样呢。同学，你怎么出来的这么快？因为腿长。同学，请问今年的高考题目比起往年是简单还是更难了呢？我第一次高考，这问题你得找个重考生问问。那请问同学，你考完了心情感觉如何？开心，现在除了宪法，感觉没有人能管住我了。你小子，你现在真是胆子越来越肥了，记者采访你都敢臭贫。妈，给我留点面子，咱们回家再说吧。前世高考江彻因为被苏校花拒绝变得浑浑噩噩，最终考了个一塌糊涂，而这一世他将成为世人眼中最靓的仔。老陈，这刚考完就拉我出来干嘛？在家吹空调不香吗？江彻，你觉得我大学报什么专业比较好？你能考上哪儿都不知道，这么着急选专业干什么？这不是有你前段时间的辅导吗？咱上的一本不是轻轻松松。那我推荐你学 IT， 因为我以后会开一个公司，你如果是 IT 精英，能帮我很多。行，那就学 IT 了。江彻一拳捶在了陈云松的肩膀上，就因为自己一句话，毫不犹豫的就做出事关他自己后半辈子人生的决定。这小子真是傻的可以。江彻，好巧呀！江彻见是苏荣英后，抬手回了个招呼，就像是恰好碰到一个有过几面之缘的人，完全没有之前那舔狗模样。妈，江彻还是不想搭理我。傻孩子，妈帮你。小彻呀，方便聊2句吗？徐阿姨，您请讲。小彻，你跟茵茵的成绩不是差不多吗？你打算报考什么大学？我们两家也算相互有个参考。学校的话看考了多少分吧，考上哪算哪。阿姨，苏同学，我跟陈云松准备去吃饭的，要一起去吗？江彻的回答已经够清楚了，但就是没有给出答案。现在要么他们两个就跟江彻去吃饭，要么就该走了。他作为一个大人，怎么能吃孩子的饭？小彻，你们吃吧，阿姨跟荣茵已经吃过了，我们就先走了。回去之后，徐静杰继续给女儿当狗头军师。江彻这么说，有可能是对他自己的成绩不是太自信。只要你考得还不错，分数高过江彻，那么报考同一所学校就是一定能够做到的事情。至于江彻报哪个学校，到时候我跟他妈妈打电话问下。谢谢妈。傻孩子，之前江彻对你好的时候，你视若无物，如今这般对你，你却急了。加油吧，你跟小彻最后真的能够走到一起的话，倒也不失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妈，你说什么呢？我只是想挽回跟江彻之间的朋友关系，什么走到一起？是，妈想岔劈了。此时江彻家中正发生一件大事。顾老师，您说清北打算提前招江彻入学？对，不出意外的话，江彻应该是考得很不错。清北招生办都打到我这边抢人了。老公，快跟老家打个电话，问问家里祖坟炸了没。另外让村里给我挂上300个横幅，路过的狗都给我摆上一桌。妈，您可别忘了之前答应我的奖励哦。臭小子，放心吧，少不了你的。你电话响了，快接吧。江彻同学你好，我是北大招生办，我姓李。您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情吗？我今天打电话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招生，因为江彻同学的你的试卷刚好是我们的老师批改的，他觉得你很有潜力，特别将今年内招名额给到了你一个。不过要在成绩出来之前填报志愿，确定进入我们学校，否则成绩出来之后就没有办法再用内招的方式入学了。不好意思，我不喜欢内招，能凭实力上的，为什么要通过内招的方式呢？等成绩出来之后我再填报志愿。江彻怎么知道成绩的？一定是华清，都在合理竞争，你上来把碗砸了。既然江彻同学你知道自己是高考状元，那你的意思是说，自然是哪家给的条件更丰厚，就选哪家。这样吧，我们给同学你每年2万的奖学金，学费全免。还不错，不过我得考虑考虑。您先忙，我先挂了。老江，他刚刚是不是在说小彻是文科高考状元？哎，你出门干嘛去？我要回去看看祖坟是不是真的炸了。此时俩人的神色有不少的释怀，有一种养了这么多年的猪终于肥了可以上桌吃的既视感。随后两人直接请了1天的假，给江彻在家里包起了饺子。在两人忙碌时，江浙接到浙大的电话，只要去浙大，一次性给21万块钱奖学金，另外学费全免。江浙同意了，不只是因为奖学金，而是在浙大里有一位前世的宝藏女孩在等着他。妈，我想去浙大，不出意外的话，我大概率是要报工商管理专业。不管你去哪儿上，我跟你爸都尊重你的决定，毕竟我们期望你最高能考上个1本就烧高香了。没想到你居然考了个状元回来。爸妈，你们真是世界上最开明的父母。那是，那这么开明的爸妈，把当时答应我的事情兑现了呗？没问题，诺，你爸这么多年存的私房钱已经存到5万了，密码是你生日。有了这26万启动资金，明天就是世界杯开赛，这么轻松获得第1桶金的机会，我可不会错过。前世我是校花所厌恶的舔狗学渣，重生归来我喜提高考状元，村里路过的狗我都得单独摆一桌。哎，老王，你怎么知道我家江浙高考考了735，还是个高考状元？老李啊，今天天气真好，真像我们家小子考了个高考状元。这人有病吧？我喊他出来钓鱼，他跟我说这干嘛？等等，
高考状元，老姜你可真该死！江彻看着这一幕不由有点泪目。前世我给苏荣英当舔狗荒废了学业，高考更是考了0分，父母从此被亲戚们指指点点，却丝毫没有对我说一句重话。重活一世，我要让父母以我为傲。茵茵，高考分数出来了吗？马上了，妈，我考了653分，我能跟江彻去同一所学校了。考得真好，妈妈为你骄傲。但江彻要是考得太差，我可不会同意你的。就在苏荣英欲要开口时，手机提示音响了起来。热烈庆祝咱们班的江彻同学以文科735分的优异成绩，成为本年度高考状元。这是文科历史上的最高分状元了吧？去年文科状元才680，清北就抢着要了。江彻这735，不得被抢破头吧？江彻成绩崛起好像是从被苏荣英拒绝开始的吧？果然剑谱第一页，先斩心上人，我悟了。小彻考了状元，怪不得我考上一本了。江彻哥哥好厉害，我家猫会后空翻，能不能邀请你来给我辅导一下功课？刘梦，高考都结束了，你还辅导什么功课？陈云松，你不会说话就别说话。容颜，你怎么了？妈，江彻是文科状元，考了735分，估计我想跟他上同一所大学都不行了。他肯定会去上清北，可我的分数距离清北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哎，我的傻孩子，你别急，我问问江彻他妈妈，他们打算报什么学校？喂，飞荣啊，听说小彻是今年高考状元，恭喜恭喜！谢谢，你家荣英考得也不错吧？我们家荣英考了653分，我就是想问一下，小彻去哪个学校决定了吗？小彻报了浙大。浙大没去清北吗？没去，他说浙大的那个专业跟清北在一个等级，具体的我也没去了解，随他自己去吧，反正我本来就只求他考个一本而已。那太好了，飞荣，我就不先打扰你了，拜拜。啥？我刚刚跟你陈阿姨打电话问了，江彻没有去清北，他报的浙大。此时苏荣英查到浙大录取分数线，整个人瞬间回了魂似的恢复了光彩，他的分数过了浙大的录取线。小彻高考状元的分数，清北都是随便选的，怎么他偏偏选了浙大？妈，你是说江彻是因为我才放弃了清北，报的浙大？哼，我才不需要他因为我迁就什么呢，我本来就是打算报浙大来着。此时江彻并不知道苏荣英把自己报考浙大，误会成是为了他。不过就算他知道也会不以为然，因为今天是世界杯开赛，身为重生者的他耽误1秒都是对金钱的侮辱。老板帮我打一张26万的巴西对克罗地亚3-1。好的土豪，还好前世我看过这几届世界杯，不然就错过这么合法的捞钱机会了。接下来江彻根据前世记忆又买了几场，那完税后资金暴涨至10亿，这也为他接下来商业帝国打下牢靠基。同学们，今天是咱们最后一堂课了，晚上车来饭店，我请班里所有人吃饭，大家这顿饭可是沾了江彻的光了。还好当时他跟我打赌的时候，我只是答应了一顿饭，不然的话，我现在可能就要搬去天桥下面睡觉了。正好我们还想着毕业之后要不要最后聚个餐，毕竟之后再见的机会就不多了，这顿饭也正好当做一个告别了。江大状元，你觉得呢？可以啊，正好这顿饭是老顾请的，也算给我们这3年的青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班主任顾大飞没想到江彻会这么说，江彻这是在故意淡化这顿饭是自己因为他考了状元才请的这一点，是要让所有同学都最后再给自己留个好印象。不愧是人中龙凤呀！大家晚上能去的举举手，我们统计一下人数。就差苏荣英没举手了，苏同学你去不去？苏荣英傲娇的撅着小嘴对江彻哼了一下。老师今晚我会准时过去的。江彻，我都知道你为了我不去清北，特意选择我最想去的浙大，现在还在故意叫我苏同学，我倒要看你装到什么时候。这小妞又犯什么病？算了，前世她才考了600分去了金陵，我们以后都不会再见面的。我那前世认识的宝藏女孩可要在浙大乖乖等我。同学们，山高路远，愿诸位扶摇直上。说着说着，班主任顾大飞红了眼眶，台下的众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也都红了。他们都知道这一别就意味着高中生涯彻底结束了。前世我是舔了校花99年的废物学渣，重生归来我成为文科状元，村里路过的狗都得给我单独摆一桌。我更是通过前世记忆使用奖学金在世界杯上合法捞金10亿元，如今第一桶金到手了。前世大火的短视频平台还没有人入场，这波风口我可不能错过。随即江彻联系猎头公司，挑选一家合适的互联网公司进行收购。江彻同学看什么呢？这么入迷？没看什么，陈韵老师这是去约会吗？约什么会？我这不辞职了吗？出来散散心。为什么呀？我本身就不是教育专业毕业的，毕业之后家里非要我考了一个教师编制，这3年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不能想，不能看，转眼间我就已经27岁了，我不想再继续这样，接下来的人生我想为自己而活。吃过饭了吗？陈韵看向江彻，眸光有些失落，原来根本无人在意这些事情，而会在意的人只会强硬的给予反对意见。陈韵姐，这是天大的好事啊，建议找个地方庆祝你重获新生，我知道一家不错的餐厅，我请。看着眼前这个18岁的少年，他有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那就是青春的感觉。姐，
那不当老师之后，你打算干什么？暂时还不知道，但想来应该是延续我 MBA 刚刚毕业时候的梦想吧，找个机会成立个公司，体验体验创业的感觉。韵姐，你是 MBA？ 怎么小瞧我？我正愁接下来公司找谁管理呢，没想到人才竟在我身边。不是，我只是有些意外，一个工商管理硕士跑来高中当英语老师，还真是有些大材小用了。不过韵姐，你要想体验一下创业的感觉的话，可以找一个刚开始创业的公司工作。我当时也这么想过，但哪里有什么合适的？韵姐，不瞒你说，我准备创业开公司，诚邀你来做我的左膀右臂，试用期1个月，月薪1万，转正之后的薪资待定。江彻，你认真的？当然是认真的。眼看陈韵还是一副不相信的目光，江彻只好拿出手机让陈韵看了一眼银行余额。韵姐，这回相信了吧？接下来我得去杭城收购一家互联网公司，我需要保留并且使用他们的原本班底，公司易主，人心很重要，这点就需要韵姐你了。没问题。陈韵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跟着江彻来到杭州，成功收购这家互联网公司，并安抚好员工的人心。接下来我将宣布一下公司的未来规划，将目前所研发的 App 进行革新，从原本的上传分享 GIF 改为上传分享 Vlog， 并且根据大数据测算喜好进行相应的视频推送，打造一个 Vlog 社交媒体平台。江先生，这个规划简直是跨时代性的，但是如果是换成 Vlog 的话，对服务器的要求就会增加。可我们服务器的租赁快到期，公司场地也再过3个月就要到期，这都不是问题。服务器我联系浙大那边租赁他们的服务器，争取在现有的服务器到期之前就完成对口接入。另外场地我在钱江新城安排了位置，3个月的时间足够装修好了。好的，江总。韵姐，那接下来公司就交给你了。全都交给我，你就这么放心吗？我相信你，明天我就要去浙大报道了，等军训过后我会过来公司看看，这段时间就辛苦韵姐你了。江彻是真放心交给陈韵，相比于以后可能要交给他的，这根本就不算什么，这是对陈韵的能力考验，也是对他能力的培养。这么优秀的男孩，也不知道将来会便宜谁家姑娘。此时江浙大学门口，招生办的马群正着急等待着。江彻同学，你可算来了呀，我是暑假给你打过电话的招生办的马群。马主任您好。走吧，我带你去办手续。通知书带了吗？带了。好帅的学弟，我刚刚怎么就忘记要个联系方式了？学姐，你刚才不是说不喜欢学弟的吗？傻学弟，不是对你没感觉，只是你没开保时捷。兄弟，你终于来了！报道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还以为我们宿舍就只有3个人了呢。先介绍一下，我叫李峰，来自崂山。崂山啤酒喝过吧？就是那个崂山。你好，我叫石启，来自西广，有机会带你去吃螺蛳粉。你好，我叫王腾，魔都人。本来以为我会是我们班里最帅的一个，现在看来只能屈居第2了。你们好，我叫江彻，来自石城。江彻眉头轻挑，笑意盎然。美好的大学生活正式拉开了帷幕，属于他的传奇故事也即将开始。前世我舔了苏荣英99年，重生归来我不舔了，努力学习成为高考状元，并报考江浙大学，准备寻找前世我那宝藏女孩。可苏荣英却以为我放着清北不去，特意迁就她选择上的浙大。姐妹们快看，这校园论坛连着30几页都在讨论江彻，还说江彻不仅仅是历史最高分数的文科状元，还长得很帅。真的假的？应该是真的。发帖的是大2学姐，她是负责新生报名的学生会干部。哇，这么优秀的男孩子，不知道谁会成为他的女朋友，真是让人羡慕。听着室友们的谈论，苏荣英不知道什么时候扬起了下巴，一副骄傲的模样。这要是让你们知道江彻是因为我才报考的浙大，你们还不得羡慕的疯掉？浙大南寝这边也因为江彻的到来发生不小的动静。等等，你叫江彻，你不会就是高考状元江彻本尊吧？没想到大佬竟然分到了跟我们一个宿舍，请受我一拜。大佬，小弟我给你铺床。随着几人的搞怪打闹中，感情迅速上升，少年的友谊来的就是这么的快。次日一早，江彻4人来到教室内，此时角落里一道独自坐着的娇小身影，将江彻目光深深吸引住。肖小鱼，我们又见面了。江彻前世记忆一下子涌了上来，而这一切都要从前世被苏荣英拒绝表白1年后说起。江彻，你能不能别跟着我？我现在是名牌大学生，你只是一个臭打螺丝的，我跟你没有未来。荣英，那要怎么样才能跟你有未来呢？起码你得开保时捷，资产上千万，这才勉勉强强吧。荣英，那你一定要等我，我得知了一条商机，很快就会有钱的。行了，等你达到了这些再说，别在这里给我画大饼了。随即江彻便向家里要了50万作为本金，在银行取钱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憔悴的女孩，瘦弱无比，仿佛一阵风就能将她吹倒。当我取完钱后转头一看，只见她扑通一声摔倒在了地上。我去，这家伙不会看我刚取完钱故意来碰瓷吧？算了，还是当一回好人吧。这姑娘是长时间不好好吃饭导致的低血糖晕倒，要是再严重一些，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好的，医生，我知道了。出去好好照顾一下她。此时女孩也苏醒过来，在交谈中江彻得知女孩叫肖小鱼，是浙江大学大2的学生。江彻，谢谢你送我来医院，这打针的钱一共花了多少？我还给你。算了，这也没多少钱，我看你恢复的差不多了，那我就走了，不耽误你休息了。江彻，等一等，我可以向你借30万吗？
只要你同意，我愿意一辈子做你的人，现在就可以领证。江彻想也没想就拒绝了，两人非亲非故的。况且此时江彻心底想的始终是校花苏荣英。可过了2个月，当江彻又听到了这个名字，竟然是在参加萧小鱼与他母亲的葬礼上。通过跟萧奶奶交谈中，江彻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萧小鱼从小没有父亲，靠着母亲没日没夜的工作勉强度日。好在萧小鱼争气考上了浙大，就当一切即将变好的时候，母亲病倒了，手术费需要30万。这天价手术费哪是一天靠3个馒头度日的萧小鱼所能承担的？绝望的萧小鱼想到了大学生可以去银行贷款，结果自然是显而易见，最后一丝丝的希望也彻底破灭。萧小鱼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银行的，再睁开眼睛就已经来到了医院里。他认出了将自己送到医院里来的男生，就是刚刚在自己面前排队的人。当时他听到了江彻有50万，萧小鱼从来没有想过出卖自己的身体去获得这笔救命的钱，哪怕是在绝望的时候。但他对江彻说出了那句话，这是多方因素使然，是他的母亲，他拼了性命也想要救治，更是因为江彻的照顾，让他感到心里从未有过的温暖。如果江彻能帮自己治好母亲，他真的愿意一辈子跟着江彻，不离不弃。可是江彻拒绝了。此后萧小鱼为了医药费奔波了整整几个月，再苦再累他都再也没有说过那句话，可最后还是没有挽回母亲。而萧小鱼长时间不摄入有营养的东西，加上悲伤过度引发了心力衰竭，也香消玉殒。小彻，这是小鱼留下了的笔记本，他身边没有什么朋友，生前唯一跟我们提起过的就是你，这本日记就给你带走吧。萧小鱼的日记里是这般写的，他依旧觉得江彻好像是一道温暖的光，虽然只有一瞬间照耀进了他的生命里。这件事几乎是江彻心头最大的一场遗憾，短短一段时间好像完成了一场脱胎换骨，重新回到少年时，一切遗憾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江彻如何能不如同前世无数次回忆幻想中那般，换一种方式认识萧小鱼，让这所有遗憾都不再发生。至于说对萧小鱼到底是什么情感，江彻自己也不清楚，他只想让这可怜的女孩感受到这世界的温暖。你好，我叫江彻。你好，我叫萧小鱼。萧小鱼同学，有没有人说过你的眼睛很好看？萧小鱼低下头去，没有要回答的意思，他的内心是封闭的，这是他对自己的一种保护，而这种保护在人们看来就是奇怪跟孤僻。就在这时，辅导员进来打破这种尴尬气氛。非常有幸能够跟大家在这里组成一个大家庭，我是你们大学4年的导员，我叫王顺，你们可以叫我王老师，也可以叫我名字。接下来我会进行点名，点到名字的同学呢，要上台来做一段简短的自我介绍。江彻，看帖子说江彻帅的离谱，难道是他？不知道他对性别这块卡的死不死？萧小鱼也侧目看了一眼江彻的背影，高考状元的身份萧小鱼怎么可能不知道？他眼里流露出了一抹艳羡，但很快又变成了惴惴不安。他不想上台去介绍自己，一点也不想。大家好，我叫江彻，我的兴趣爱好是唱跳打篮球，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切磋一下。随后江彻又在黑板上写下了3个字：萧小鱼。这是谁？这位是刚刚坐我旁边的那位女同学，学习是她的爱好。江彻对着导员道了一声谢，拿起笔在册子上萧小鱼的名字后面画了一个对勾。而少年的举动在极度自卑内向的萧小鱼心中荡起了一点波澜。这个人还怪好呢。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重生归来我喜提高考状元，放着清北不去选择浙大，只为寻找我那前世宝藏女孩。此时校花苏荣英还以为江彻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她一个惊喜，重新做回自己的舔狗。殊不知江彻此时正在思考要怎么样才能接近前世那极度自卑的宝藏女孩萧小鱼。老板，你们这边需要兼职吗？我很勤快的。谢谢，我们店已经满人了，你去别家问问吧。萧小鱼有些茫然，他想勤工俭学为母亲减轻一下负担，可找了一上午都没有店铺肯要他。明天去另一个方向再找找看。萧小鱼加油。萧小鱼同学，好巧呀。江彻同学，请问有什么事情吗？没事，我准备回学校去，要捎你一起吗？不用了，我自己走就可以了。谢谢你江同学。不过现在已经5点多了，你这速度走回去食堂就没饭了。萧小鱼同学，你想饿一晚上肚子吗？好了，别犹豫了，捎你回去只是举手之劳而已，赶快上来，待会儿被拍了违章，起码200块钱就没有了。萧小鱼听到这话立马就上来了，200块可是他一个学期的生活费了，他不想江彻因为他损失这200块。这座位很烫吗？怎么坐这么边缘？今天有点热，我出了些汗，怕坐脏你的座位。好好坐着吧，觉得弄脏了有时间帮我擦一下就行。江彻同学，你放心好了，我肯定会擦干净的。江彻突然心底一喜，这不就是送上门的接近机会吗？那你直接帮我把整个车都擦一遍，我今晚请你吃饭，怎么样？我可以擦，但不需要你请我吃饭的。你上午在课堂上帮我自我介绍，我都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帮你介绍那是我顺口说到了那里，带你回学校也是举手之劳，就这么决定了。小李恋爱小课堂，面对这种情况，男孩子的态度可以稍微强势一下。萧小鱼同学，到学校了，我们下车吧。江同学，你真的不用请我吃饭。那行吧，就算你自己吃，也得去食堂啊。萧小鱼闻言以为江彻是放弃请自己了，跟在江彻身后一起走进了食堂。此时江彻抢先一步跑去打饭窗口。阿姨，来2份无敌豪华至尊爆炸好吃全家桶套餐。好的，
小帅哥。肖小鱼同学，来帮我端一下，我一个人端不过来。肖小鱼闪过了一抹狐疑，江彻为什么要打2份饭？但他并没有去往江彻这是给自己买的这方面想，因为他在除了奶奶妈妈之外的任何人心里都没有重要过哪怕一次，早就已经不会自作多情。肖小鱼同学，你不吃饭去干什么？我还没有打饭，这不就是吗？肖小鱼看着江彻，这种感觉是他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过的，这就是被人关心的感觉嘛。赶快坐下吃吧。肖小鱼吃得很慢，他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再过多久才能再吃一顿这种饭，所以每一口他都在仔细品尝着味道。品尝食堂里的饭何其离谱的一件事，但就是切切实实的发生在了这个花季少女的身上。我吃饱了，麻烦小鱼同学帮我刷一下盘子吧。好的，对了，待会我去哪里帮你洗车？7点钟来学校后门吧，我把车停到那边。好。此时肖小鱼回到宿舍，开始寻找用什么给江彻擦车。他的东西很少，别人的桌子上都摆着电脑、化妆镜一大堆东西，而他的行李只有书、一个脸盆跟不知道用了多久的编织袋，他连一块没用的毛巾都没有。肖小鱼只好拿起自己平常洗脸的毛巾。小鱼，你还没买床帘吧？我们都是在学校对面的超市里买的，很便宜，才40块钱一套。要不我陪你一起去买吧，反正刚吃饱也没事，全当6万了。不用了，谢谢你李玲同学。肖小鱼低头道了一声谢，快步走出了宿舍。到了大学之后，这种巨大的差距感愈发强烈的凸显了出来。这40块钱已经是他能吃好久的饭钱了。不是说好7点吗？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我怕晚点了，就提前过来了。对了，肖同学，你手机带了吧？借我打个电话，我不知道手机放哪了。肖小鱼小心翼翼地把手从身后拿了出来，五指修长，极其漂亮，却满是划痕老茧，手里攥着一个已经看不清什么型号的按键手机。原来我手机放在口袋里了，瞧我这记性，谢谢你了，肖同学。江同学，我们赶快擦车子吧。好的。江彻解开了车锁，让肖小鱼上车，他则拿出手机，将刚刚给自己打电话的号码存在了通讯录里。肖小鱼，这下我就可以随时联系到你了。肖小鱼擦得无比仔细，对于他而言，这是换来一顿饭的东西，只有做好了才会心安理得。江彻看着他身上都快洗白的衣服，又看着他手里看起来很干净的毛巾，拧起了眉头。肖小鱼同学，你这是哪里来的一块毛巾？对不起，这是我擦脸的毛巾，我刚刚洗了好几遍，不脏的。你要是觉得不好，我再想办法用其他的。你给我道歉干什么？我是想问你，你用擦脸毛巾给我擦了座椅，你以后用什么？肖同学，这毛巾蛮好看的，我要了，你不会介意吧？不介意。我这个人从来不占便宜，我要了你的毛巾，那就带你再去买块新的好了。江彻同学，不用的。可江彻根本不听他的，拉着他不由分说的朝着超市走去。江同学，这东西我不能要。我这个人不喜欢占人便宜，我要了你一块毛巾，就必须得还给你一块，不然的话就会心里不舒服。小鱼同学，你想要看我心里不舒服很多天吗？另外床帐我看着挺好看就买了，可买完才发现我们男生宿舍都不弄这个东西，所以小鱼同学你帮我用了吧，但不是让你白用的。我看你擦车擦得很干净，这个床帘换你帮我擦10次，我在外面洗车10次要350，这床帘才70块钱，我便宜占大了。就这样，肖小鱼被塞过来东西。此时少女极度自闭的内心，在短短1天时间就被江彻泛起数次波澜。前世我舔了苏荣英99年，就算她脱单了，我也会贴心给她男友送上2串大腰子。如今重生归来，我不舔了，只为寻找前世错过的宝藏女孩。臭江彻，都开学几天了还不过来找我？要不是我知道你放着清北不去特意来的这大，不然就冲你高中那1个月突然不理我，我早就把你拉黑了。殊不知此时江彻正在食堂等待他那宝藏女孩的到来。今天开始军训了，按照肖小鱼1天3餐只靠馒头充饥的伙食，肯定扛不住军训的强度。我得再想个借口请他吃点有营养的饭菜，不然他那极度封闭的性格肯定不会接受的。小鱼同学，江彻同学，有事吗？我舍友王腾他跟我吹牛，说他能吃1顿饭，结果吃了1碗饭就说饱了，现在还剩2份，我胃口小，只能吃得下1份，你能帮忙吃一下吗？要不然只能扔掉了，这多浪费啊！阿七，谁在背后说我坏话？也不知道老姜什么时候带饭回来，我都快饿晕过去了。此时江彻正看着肖小鱼被自己忽悠的吃下这豪华午餐，嘴角露出欣慰的笑容，心里早就将舍友的嘱托抛至脑后了。小鱼同学，你慢慢吃，我吃完了，还有事就先走了。好的。看着江彻如同被狗舔过的盘子，肖小鱼尘封多年的内心突然破了一丝丝缝隙。江彻同学为什么对我这么好？3番5次故意找借口请我吃饭，我又不傻，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可我长又不好看，他图我什么呢？图我有低保吗？可他年纪轻轻就开着豪车，怎么可能呢？他可真奇怪。刚出食堂的江彻转身来到校长办公室，他要为肖小鱼办一件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您好，校长，我是江彻。我知道你今年的文科状元，前段时间你所开创的公司还找我们这大租赁的一部分服务器，年轻有为啊！今个找我这老头子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就是我看中了咱们校门位置一个门店，听说之前被火烧过，就一直空着不租，我想找您搭个话租下来开间奶茶店。小江呀，那个地段太好了，好到对于学校的容貌都有不小的影响，弄个小奶茶店是不是显得小气了些？校长，这个奶茶店跟小气可一点也不沾边，我打算出30万进行装修，装出一个不亚于 CBD 园区内高端咖啡厅的店面来，并且员工优先招收咱们学校贫困生兼职。听着江彻不断画的饼，牛春海眼睛愈发放光，人在家中坐，政绩添上来。小江，我冒昧问一下，你这么做想回本可要不少的时间，40-50万的投入，干一些什么不好？
为什么要这么做？多久回本都是可以回本的嘛。这家店开在这里的目的是先把奶茶店的牌子在我们杭城树立起来，以方便对周边进行连锁辐射。当然，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想帮一个人。女孩子？是的。好啊，一掷千金为红颜，真不愧是文科状元。你小子倒是颇具几分文豪的风骨了。我答应租给你，不过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打算让你在今年的迎新晚会上进行致辞。没问题，牛校长没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可刚出办公室，江彻突然想到了什么，我怎么忘记宿舍那群义子还等着我去投喂呢？算了，这个点他们都开始军训了，饿一顿也没事。我得买点西瓜去，可不能把肖小鱼热中暑。老姜，你对我们真好，还给我们送瓜来。中午忘记给我们带饭的事，就原谅你了。对了，老姜，你怎么可以不用军训？这是我的入学福利，免军训是这大招揽我来的条件之一。另外，我就是顺路过来看看你们，这瓜是要送人的，给你们买的西瓜我放在宿舍了。兄弟们，我还有事就先走了。看着江彻远去的背影，几人瞬间觉得宿舍里的西瓜也不甜了。你们说老姜是不是找到女朋友了？这还用问吗？等回到宿舍好好拷问一下他。看老姜脱单，比我C 盘学习资料清空还要难受。另一边，肖小鱼回到宿舍，将那个装着咸菜的塑料袋子塞进口袋里。他不想再占江彻便宜，同样也认为江彻不会再故意找借口请自己。他从小到大，除了仅剩的2个至亲，没有得到过任何的特殊对待，所以他现在早已经不对任何事情抱有期望。没有期望就不会失望。可到了食堂里，肖小鱼准备去他知道能只打白米饭的窗口时，又看到了那道熟悉的身影。在对方餐桌上还是摆放着2份饭，还有那块看着就很甜的西瓜。他正在了原地，就在江彻笑着对他招手的时候，他的眼眶蓦然一麻。江彻同学，谢谢你，但是我真的不能再让你请我吃饭了，真的谢谢，谢谢。他低着头，睫毛上的湿润并没有人察觉。小鱼同学，你先坐下。江彻起身捉着他纤细到1只手都要能掐得过来的双臂，把他按在了座位上。我真的有个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帮忙，但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小鱼同学，你愿意帮我吗？是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得到吗？你帮得到的。我在校门租了一个门面，正在装修，但是我没有时间过去看。小鱼同学，你每天有时间都过去帮我看一下进度，怎么样？可是我什么都不懂。没事，到时候他们会汇报给你都干了些什么，你到时候查验一下就好了。这个忙不能让你白帮的，这段时间你的1日3餐我都包了，再给你开上1000块钱的工资。不行的，我就是帮忙，不要钱的。不要钱的话，那就管饭，就这么决定了。小鱼同学，现在快吃饭吧，要不然饭都凉了。肖小鱼看着江彻吃饭的模样，愣了许久。吃过饭后，肖小鱼从校园超市出来，手里握着一个毛线团。1学期只有200块生活费的他，买了一个20元的毛线团。在座各位当过高考状元的都知道，哪怕坐在角落里，你也是班里最靓的仔。大伙经过1个月的军训，都已经熟悉大学的生活了吧？现在进行班长选举，呼声最高的是江彻同学。王老师，我觉得我不是什么合适的人选。陈芳同学开学时自我介绍的时候不是说想当班长吗？我觉得他比我更合适。那行吧，强扭的瓜不甜，陈芳就由你来负责，没问题吧？王老师，我没什么问题，保证做好一个班长的职责。江彻同学，谢谢你把机会交给我。只说谢谢没用。江彻话还没说完，就被陈芳一巴掌打断，眼神里充满了审视。陈芳同学，能不能收起你那龌龊的想法？我要说的是，只说谢谢没用。当上班长之后，好好帮助需要帮助的同学就好了。放心，我一定会的。不过你刚才的表情模样实在有点猥琐，我很难不怀疑你对我有歪心思。毕竟我长得也还算蛮有魅力的。普通且自信的你，的确很有魅力。我还有事，我就先回教室了。江彻，你为什么不想当班长啊？古薇是一个长相不错、打扮很时髦的女孩子。江彻跟她不是太熟，但她明显对江彻有意思，已经好几节课坐在江彻附近，不停跟江彻搭话，还试图要联系方式。我那不是说了吗？我的爱好是学习，没有时间管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我还有别的知识点没搞懂，需要复习一下，就先不闲扯了。江彻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还总是跟肖小鱼坐在一起？这穷丫头骨瘦如柴的，哪里能跟自己比？难道说是江彻就喜欢坐在这个位置上？趁着江彻下课上厕所时，古薇找上肖小鱼。肖同学你好，你以后上课能换一个位置坐吗？啊，是我影响到你了吗？哎呀，没有影响，只要你跟我换个位置，我请你喝一个星期饮料，怎么样？不用了，我坐到别处就好了。那太谢谢你了，肖同学。上课铃声响起，当江彻再次回到座位时，发现旁边不是熟悉的肖小鱼。嗨，江彻。可江彻都没有多看他一眼，环视了一周，朝着肖小鱼位置走去。为什么？凭什么？小鱼同学怎么坐到这里来了？没怎么呀。你课间去厕所了没？没。答案显而易见，江彻起身径直朝古薇走去。古薇刚要开心，就听到江彻开口：“谢谢你喜欢我，不过你并不是我的菜，对此我感到十分抱歉，也希望你能够及时止损。当然，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伤害我身边的人，哪怕一丁点，否则的话我翻起脸来可是很吓人的。”
我明白了。下午没课，肖小鱼也没有回宿舍，而是去上了选修。对于他来说，学习是唯一的出路，所以他再苦再累也孜孜不倦。下课后，肖小鱼撑着疲惫的身体，朝着校门口江彻交给他监督的奶茶店走去。此时奶茶店还没有装修完，但也已经初见雏形，上方简洁唯美的“鱼见”2个字的牌子已经挂了起来。来来往往间，无数学生为之侧目。照例肖小鱼来查看进度，而跟往常不同的是，江彻那辆熟悉的汽车在门口停放着。这丫头还是太瘦了，食堂的饭菜营养还是不行。有了，小鱼同学今天就不需要监督了，我已经看过了。现在跟我去买点东西吧。不等肖小鱼反应，江彻就开车带肖小鱼去往一家超市，买了3斤海参，又买了1只乌鸡，然后是燕窝、枸杞等等，花了整整2000块钱。小鱼同学，你应该会做饭吧？我会一些的。那这段时间你来给我做饭吧，老吃食堂吃腻了，换换口味，正好我们一起吃，也算我请你吃饭。肖小鱼下意识准备答应的，但他突然想到江彻刚刚买的那一堆食材所花的钱。不用，我可以帮忙做饭，但我不用吃的。那你一天要多少工资？啊？啥？我本来想占个便宜，只管你饭就不用开工资了，就跟之前让你帮我监督装修进度一样。既然这便宜占不成，当然就要给你开工资了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江彻知道肖小鱼不想占别人便宜，可又见不得别人因为他破费。江彻故意拿起手机找了个找保姆的网站，恰好这时好友陈云松打来了电话。好兄弟，这电话来的真是时候。喂，保姆公司是吧？江彻，你在说什么？我不是保姆公司，我是陈云松。你放了我一暑假鸽子，说好上了大学带我去看黑白双煞的，你咋说话跟放屁似的啊？月薪要3000，还是最便宜的？好吧，那就雇一个。话还没说完，江彻感觉自己被人用手指戳了戳，就看到旁边肖小鱼正一脸焦急看着自己。不好意思，暂时先不顾了，有需要的话我再跟你们联系。江彻，江彻同学，我没有说不帮你做饭，你不用去雇保姆的。我知道，可你既不要钱，也不吃东西，我又不喜欢占人便宜，只能花钱去雇人了。那我吃可以吗？江彻同学，你不要花那份冤枉钱去雇保姆了，待会自己记得挑些便宜的东西吃就好了。肖小鱼，你可真聪明。前世我是舔了99年的满级舔狗，就算女神苏荣英脱单了，我也会贴心给她男友送上2串大腰子。如今重生归来，我幡然醒悟，只为守护好前世错过的宝藏女孩。江彻同学，我们要去哪里做饭？跟我走就知道了。为了给肖小鱼这极度缺乏营养的身体补充营养，江彻只好找各种借口忽悠这个内心自卑的女孩带她吃饭。这里是学校批给我的独立宿舍，一般情况下我会住集体宿舍那边，给你一把钥匙，你以后能随意出入这里。江彻同学，这不太好吧？你不是让我不请保姆做饭吗？说以后每天你过来免费帮我做饭，我包你3餐伙食，你不拿钥匙怎么提前过来呢？难道要我天天送一次钥匙吗？肖小鱼没有再反驳，弱弱的伸手把钥匙接了过去。对了，江彻同学，可以把你手机借给我用一下吗？可以，你先进去吧，我把车停好就来。过了一会，江彻一进门，一股香味扑鼻而来。回来的刚刚好，菜都做好了，去洗手吃饭吧。简单的一句话，让江彻不由得有些恍惚。人生最幸福画面之一，就是回到家里之后，贤惠的妻子温柔地说上一声：“快去洗手，吃饭了。”这么贵的菜我第一次烧，我怕糟蹋，就拿你的手机搜了一下做法，你快尝尝。非常好吃，你也快吃。好。肖小鱼嘴上答应，可行动上始终只加西红柿炒蛋这道最便宜的菜，而且还加的还都是西红柿。江彻眼眶不由一红，眼前这位姑娘究竟是吃了多少苦才会如此小心翼翼？小鱼同学，你别跟我抢西红柿吃了，这可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另外2道乌鸡跟海参都归你了，我可不能再吃了，再吃就要流鼻血了。你这么瘦就得多吃这些。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小鱼同学，你刚跟我说话了？没有。吃完饭后，江彻开车将肖小鱼送到宿舍楼下，看着女孩远去的背影，喃喃自语道：前世小鱼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久就香消玉殒。如今在我介入下，这种情况将不会再发生。接下来就是带她母亲去医院提前检查出前世病逝的病因，并接受治疗，彻底阻止前世悲剧的发生。小江呀，今晚就是迎新晚会了，演讲稿你准备好了吗？牛校长早就准备好了，我办事你放心，我马上就来会场。接下来，让我们邀请2014届新生代表江彻上台致辞。荣英，快看台上，那就是江彻，他真的好帅啊，好羡慕他未来的女朋友呀。也就一般般吧，这要是让你们知道，江彻为了我放弃清北来到浙大，还不得把你们羡慕晕过去。臭江彻，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不来找我，到时候我可没有高中时那么好哄的。殊不知江彻压根就不知道他也在浙大。这时台上响起江彻演讲的声音：同学们，所有人的人生都将会面对许多不愿意面对又无法逃避的事情，逃避不了还要一心想着用逃避的办法去解决，带来的只会是更差的结果。所以我们不妨鼓起勇气，勇敢去面对，一切的结果必定将会截然不同。毕竟这短短的一生我们都会失去，不妨大胆一些，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不要等岁月荏苒回首已过半生，却发现人生满满的全都是遗憾。没错，不妨大胆一些，爱一个人，攀一座山。古威同学，我喜欢你。王腾，你有病吧？
我没病，我只是认清了自己。我知道你想见到江彻，我是他舍友，只要跟我在一起，你天天都能见到他。给我走远点！王腾，沸羊羊见了你都得叫你一声大哥。一番简短的致辞过后，江彻在所有人的眼里变得更加有魅力，这是来自人格，无关乎长相外表，无关乎能力。小子，下次再有这种活动，禁止你上台。你这脱稿演讲差点把我心脏病吓出来了。校长，下次不会了。对了，奶茶店装修的差不多了，可以正式开业了。咱们贫困生名单可以给我一下吗？我好安排招人。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江彻看到贫困生名单有肖小鱼这个名字，嘴角不由露出一丝笑容，这下就能名正言顺的照顾她了。小子，看你如此大费周章帮个女孩子，还深藏功与名，还真是有点古代文豪的劲头了。校长过誉了，我只是想让她心安理得的有一份收入，让生活对她好一点，毕竟她真的过得太苦。江彻如此大费周章，是因为大学勤工俭学的人太多了，而肖小鱼瘦瘦弱弱的样子，即使再能吃苦耐劳，也会被店家所拒绝，毕竟谁都怕她会有一天累倒在自家店里。陈芳班长，这是贫困生名单，校长让各班统计下名单上的人们有没有兼职的时间跟打算，地址就在校门口那边奶茶店。好的。随即陈芳回到教室，根据名单找到肖小鱼。肖小鱼一听是学校门口奶茶店招聘兼职，下意识的想要找江彻，可巡视一圈都没有在教室里看到江彻的身影。肖同学，你去吗？啊，去的。此时肖小鱼不知道的是，江彻在奶茶店为他准备了一份惊喜。我是舔了校花99年的满级舔狗，重生归来我不舔了，只想守护好前世错过的宝藏女孩。可校花苏荣英却一直认为我这是欲擒故纵，想借此提高自己舔狗排名。荣英，你快看，学校论坛都快炸了，都是讨论江彻昨晚迎新晚会上的事情，更有甚者直接悬赏5W 要他的联系方式。这帖子我也看到了，我要是有钱我也想这样。你们这说的也太夸张了吧？荣英，这一点都不夸张，你看前面那家新开的奶茶店就是江彻开的，试营业阶段门前就排这么长的队，这都是冲着江彻名头来的。就是，我还听说这奶茶店是江彻为咱们学校一个女生开的，这才取名叫遇见，寓意是遇见你真好。这也太甜了吧，这么好的男人究竟是谁在谈？江彻，你这讨好我的方式也太老套了吧，遇见的遇都给你打成鱼字了，我就勉为其难去看看你开的店子吧，我请你们去买一杯奶茶尝一尝吧。哇，荣一，你不是不喜欢喝奶茶的吗？难道也是冲着江彻去的？别乱说，我就是渴了。此时江彻并不知道这些，就算知道了他也不以为然，现在他眼中只有肖小鱼一人。小鱼同学刚才培训的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这是给你的东西。江彻同学，这些洗发水护肤品我不能要，太贵了。你就放心收好了，这些都是快过期的产品，别人免费送给我的，现在店里仓库还有一大堆呢。肖小鱼仔细看了一下，确定是临期的，这才安心收下来。江彻同学，谢谢你，那我就先去做事了。看着肖小鱼离开的背影，江彻松了一口气，这些产品都是江彻派人故意做旧的。江彻知道肖小鱼连伙食都吃不好，就别提买这些护肤品，可别人有的江彻都想让肖小鱼拥有。你好，需要点什么吗？苏荣英不知为何从这个女生身上没来由的感受到了一股刺痛感，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眼前的人所抢走。此时她只想逃离这里。我突然有点不舒服，就先不点了吧。荣英，你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等等我们呀。肖小鱼并没有在意这个插曲，时间很快在忙忙碌碌中到了下班时间。今天试营业大家都辛苦了，咱们这边工资是1个月1200，另外明天就是11长假了，大家这个假期可能休息不了了，不过放心，假期有薪资补贴，7天每人200块。谢谢老板。不用客气，大家在工作的时候记得学习也千万不能落下。小鱼同学跟我走了，林妮学姐收银那边交给你了。好的。江彻同学，家里的菜没多少了，我去菜市场买一些，要不你先回吧。这几天他一直揣着一张100块的现金，就是想请江彻一次。没事，去一趟商场吧，正好我顺带买点其他东西。啊，如果去外面商场的话，这100块会不会不够呀？我该怎么办？来到百货商场的超市之后，江彻直接开始了大肆采购，鸡鱼虾肉装个不停，什么有营养装什么。跟在江彻身后的肖小鱼好多次欲言又止。小鱼同学怎么了？江彻同学，买这么多东西的话，我带的钱不够的。原来刚刚肖小鱼说他去买菜，原来是这个意思。谁说让你掏钱了？我这段时间吃了你好多东西，又没有帮你做什么事，就得到你送的一大堆护肤品。你不也说过不喜欢占人便宜吗？肖小鱼抬起头看向了江彻，那双美眸当中写满了倔强。这是他唯一一次跟江彻对视，目光没有闪躲。江彻咧开了一个大大的笑容，对着肖小鱼张开了一只手。你不是带着钱要买菜吗？把钱给我。哦，好，这些够吗？够了，你吃的那些才多少钱？还带找零的，找你50。肖小鱼看着手里的50块，在原地默然了好久好久，谁都不知道他心里在思考什么。回到竹林小屋，肖小鱼直接跑进厨房开始做饭。江彻同学，怎么一直看着我呀？难道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没有，挺好看的。看着肖小鱼一步步从丑小鸭朝着天鹅蜕变，怎么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这就是养成系的快乐吗？前世我舔了校花99年，就算她脱单了，我也会贴心送上2块大腰子犒劳一下她的男友。重生归来我不舔了，只想守护好前世错过的宝藏女孩。为了让肖小鱼能获得一份兼职，我直接豪掷千金盘下一间奶茶店。小鱼呀，这个月老板给我们发了100块钱节日奖金，
我给你奶奶买了药，剩下的工资都找人给你汇过去吧。另外，这11你回来吗？妈，我就不回去了，钱你自己留着。我在学校门口兼职，一天可以挣到40块，国庆不放假也能领到200块奖金，我钱够花的。对不起啊，丫头，都上大学了，还让你整天都要勤工俭学。妈，我没事的，你不要这么说，你才更辛苦。听妈的，妈给你打过一些钱去。小鱼，你吃好点，有些不该省的东西就不要省，营养的跟上。真的不用，我还兼职给人打扫卫生跟做饭，1日3餐都管的。周莲听到女儿除了工作还在兼职给人做饭打扫卫生，死死地捂着嘴巴不让自己发出半点声音，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知道了，长途电话费这么贵，妈不跟你说了。丫头，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放心吧，妈。肖小鱼肩膀不停地颤动，面对生活的苦难，她始终很坚强。但归根结底，她也仅仅只是个刚刚成年不久的女孩子而已。而这一切都被江彻所听到。他知道肖小鱼很想回家见见母亲，可来回100多的车费让她望而却步。毕竟她一个学期生活费才200元。很快，江彻回到宿舍收拾好行李，他想给她一个惊喜。肖小鱼同学，请上车，跟我出差考察一下市场，节假日奖金照发。另外，我跟林一学姐打好招呼了，让她这2天替代你收银。哦，好的。肖小鱼有点晕车，没几分钟就睡了过去。当他睁开眼，整个人都愣住了。江彻同学，怎么开到我家附近了？奶茶店要在全国进行业务扩展，我刚好觉得江南区域一些老城区不错。巧合的是，我看资料你是这里的，就让你过来给我当个导游。结果你却睡着了。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睡着了。没事，现在天色也不早了，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也不方便，我先送你回家吧，我自个去隔壁去转一转。好的。在肖小鱼指路下，江彻很快到达目的地。回去吧，记得电话保持畅通，走的时候我联系你。江彻同学，那你路上慢点开。丫头，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不回来的吗？我老板来进行市场调研，知道我是这里人，想让我当向导来着，结果我给睡过头了。你呀，还是这么迷糊。不过这段时间你胖了不少，好啊，真好。可随着肖小鱼把这段时间学校所发生的事情都一五一十告诉母亲，周莲的笑容有些凝固。她深知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小鱼啊，你跟这个老板是怎么认识的？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啊。那你是怎么给他做饭打扫卫生？你们宿舍能做饭的吗？他很厉害的，是今年的高考状元，学校给他安排的一个独立宿舍。周莲原本以为这人是不是喜欢女儿，但听到对方何其优秀之后，他就把这个念头摒弃了一干二净。而肖小鱼内心的想法跟他何其相似，他不敢相信自己会拥有江彻刻意对自己的好，所以他真的把江彻那些解释都当了真，认为一切都只是巧合而已。今天刚刚好是10月5日，猎户座流星雨出现数量最多的一天。前世小鱼曾因为错过这场流星雨而失落了好久，这次我得带他弥补回来。江彻同学是要走了吗？今天不回去，这么晚了我都没联系你，你就不会问我吗？我要是一晚上不跟你发消息怎么办？你要等我一晚上？我怕打扰到你，我可以等，没关系的。你不会打扰我，有什么事情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现在你困了吗？不困的话，我想转转透透气，出来陪我一起吧。肖小鱼有些犹豫，他不是害怕江彻会对他做什么，在他心里自己并不值得江彻喜欢，他只是很怕黑而已。好，我去哪里找你？在家里等着就行，我给你发消息再出来。肖小鱼强忍着对黑暗的恐惧，起身出了家门。而这时一道光芒亮起，是江彻在不远处打开了手电筒，光芒微弱，但一瞬间就将他周遭的黑暗全部驱散了个一干二净。走吧。这一刻怕黑的少女等到了在黑暗中的骑士，从此不再害怕黑。江彻同学，我们这是去哪里？带你去看一个100年难得一见的流星雨。哇，这片星空好美啊！肖小鱼，如果对着流星许愿真的能实现，你的愿望是什么？我的愿望，我们都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下去。那就许个愿吧。可是也没有流星啊。江彻伸手轻轻蒙住了他的双眼，肖小鱼感觉心脏跳得好快好快，突然那双温热的手又离开了他的眼眶。他睁开眼睛，正面向着的那片天空之中有一道流星一闪烁，紧接着又有第2道、第3道。肖小鱼连忙在心里默默许起了愿。前世我舔了校花苏荣英99年，卑微的狗看了都得摇头。重生归来，我放弃清北，选择浙大，只想守护好前世错过的宝藏女孩。可苏荣英却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荣英呀，最近你跟江彻怎么样了？还是那样，我才不主动找他呢。就算他为了我放弃清北来浙大又怎样？他不主动跟我解释为什么突然不舔我，我才不会理他。我可是小仙女呢。妈不跟你说了，舍友回来了，拜拜。荣英，我不是故意偷听你打电话，原来你跟新晋校草江彻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呀。小敏，这件事你自己知道就好，别到处乱说。对了，看你急匆匆跑进来，是有什么事情吗？这事是关于江彻的，现在我不知道该不该讲。你就说吧。还记得我们前几天去的那家奶茶店吗？听江彻班上的人说，这店是江彻为了他同学肖小鱼开的。肖小鱼，原来他店名叫鱼剑是这个意思呀。我不就是高中拒绝了他99次表白吗？他怎么这么过分，说追我也是他，现在他不追了是几个意思？荣英别生气，江彻肯定没有绿你，
以我看电视剧的经验，江彻这是故意刺激你，就是想让你紧张一下他，要不然他怎么选了一个穷丫头做挡箭牌？肖小鱼他哪一点比得上你？真的吗？随即单身19年的吴小敏充当起爱情狗头军师，一个敢教，一个也敢学。小敏，你说的这些真的有用吗？必须的，我言情小说可不是白看的。我骄傲的小公主，你就等着江彻重新跪倒在你的16群吧。此时江彻并不知道这些，经过昨天一起看流星雨后，肖小鱼极度自闭的内心似乎对江彻打开了一些，一路上有说有笑的。小鱼同学，可以问一下昨晚你还许了什么愿望吗？这可不能告诉你，说出来就不灵了。江彻同学，昨晚许的愿望是希望你能永远健康，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能一直在人群中看到你。小鱼同学，想什么呢？脸都红了。没什么，我快到家了，就先回去了。哎，小鱼那个是你妈吗？这才6点多，怎么这么早就出去了？阿姨是干什么工作的？我也不清楚，母亲说她最近找了一份新工作，一天能挣150块。我问她是干什么，她一直不肯说。我真的害怕她会豁着自己的身体去工作。别哭了，跟我上车。江彻同学，谢谢你。随后江彻一路跟着周莲所在的那辆公交车到了地方，是一个采石场。妈，周莲顿时慌了，她不想让肖小鱼知道自己在做这么苦累的工作。老哥，来跟。哎，这大姐是真的拼。当时我跟她说了这里不招女工，可她执意要试试，都快跪下求我了，我没办法就答应了。但这么干的话，怕是用不了多久身体就得垮了。看你开着豪车能跟他们一起找来这里，关系应该也不一般，能帮就帮帮吧。我会的，谢谢大哥。随后江彻从后备箱掏出一条华子递给工头，老哥，这段时间多谢你照顾，待会结算工钱的时候，帮我以加班费名义多加1000上去，这钱我掏。小兄弟，你这是为啥？这家人都犟得很，我只能从一些边边角角地方帮一下。这忙老哥给你帮了。您好，这段时间谢谢你对小鱼的照顾。我跟小鱼是同学，阿姨您不用这么客气，我们先回去吧，路上有什么话再慢慢说。周莲不知道一个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要对肖小鱼这么好，她昨晚就已经怀疑了江彻对女儿的好多半不是巧合，而现在她已经完全可以确定。此时江彻并没有直接载他们回家，而是来离肖小鱼家不远处的那家正在装修的鱼见奶茶店的门口。阿姨，这家店是我刚开到这里的，您没有工作了，正好我这里缺一个采购，1个月5000，就是不管吃住。采购我没有做过，做不来的。很简单的，只需要保证买回来是符合标准的原材料就行了。在这边我能相信的人就只有您了，这要是交给别人，我怕会有以次充好中饱私囊的可能。那我试试看吧，要是我干得不好的话，我会主动辞职的。随后江彻开车将肖小鱼母女俩送回家门口。小鱼你先进去。哦，好的。江彻同学，现在小鱼不在这儿，我知道这么问有些冒昧，但你为什么对小鱼这么好？周莲知道这么问可能会让江彻对肖小鱼的这份好消失，也会让他刚刚得到的工作丢掉，还有女儿的兼职，可他怕小鱼刚从泥沼中拉出，又被狠狠推进无尽的深渊里，因为喜欢。可是小鱼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我为什么会喜欢她？阿姨，您应该对您的女儿有信心才是啊。是啊，该对自己女儿有信心才是。因为江彻的优秀耀眼，周莲才会先入为主的觉得不可能是因为喜欢，直接排除了正确答案。可正是因为喜欢，江彻才会用最大可能维护女儿自尊心的方式再对女儿好，甚至包括在自己家附近开了一家奶茶店。江彻同学，刚才对不起了。没事的，阿姨，叫我小彻就行。好，小彻。我舔了校花9年，可他从未正眼看过我一次。重生归来我不舔了，他却急了。小敏，你确定这样真的可以让江彻重新追我吗？放心好了，只要你让江彻产生危机感，他肯定不会再对你欲擒故纵了，重新拜倒在你的16群下。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做？荣英，我都已经想好了，今天楼下有你的追求者在等你，只要你等到江彻路过的时候，趁机下去让他见识到你的魅力，他必然会方寸大乱，害怕失去你，上前搅局，重新拜倒在你的16群下。哼，就算他重新追我，我也不会轻易原谅他的。之前莫名其妙冷淡我1个多月，现在还敢背着我跟别的女生走得那么近，就算是拿他当挡箭牌也不行。荣英，我这就帮你去问问江彻班上他今天什么时候归校，到时候你等我通知。新进校草追傲娇校花，这对 CP 我追定了。此时江彻并不知道这些，他正沉浸在通过未来岳母考验的喜悦中。江彻同学，怎么我妈妈看你的眼神怪怪的？小鱼同学，是不是你看错了？傻丫头，你妈妈这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中意，接下来得想个法子带肖母去医院做个体检，检查出前世病逝的病因并提前治疗。阿姨，我忘了有一件事跟您说了。怎么了，小彻？就是咱们奶茶店从事人员需要去医院做一份体检报告，这是硬性标准。是吗？那待会阿姨自己一个人去吧。就现在吧，刚好我开车把您带过去。江彻可不想让肖母只做个普通的体检，而是打算让她做一个全身检查。这位大姐，你身体状况还不错，只是轻度的贫血，没有其他大碍，平时多注意饮食休息就好了。医生，谢谢您了。看来前世肖母病逝原因是因为在采石场过度劳累，再加上营养不足所导致的。如今有我的介入下，前世悲剧将不会发生。小彻，这体检多少钱？阿姨还给你。
这可不行，这是公事，怎么可能让您私人出钱呢？咱们快回家吧，小鱼估计在家等着急了。周莲看着一大扎的报告，陷入了沉思。现在做个体检，真的需要拿这么多的报告吗？小鱼同学，把行李收拾一下，待会我们就回学校了。哎，好的。小彻，你们路上慢点，有空你就常过来玩，阿姨给你做好吃的。阿姨，我会的。荣英，快点！根据江彻班上传来的消息，他已经到了学校后门，往宿舍楼这边过来了。待会一切按我们计划来。好的，我知道了。小鱼同学，你们宿舍楼下怎么围着那么多人？今天是有什么活动吗？这个我也不知道。那我们过去瞅一眼吧。容音，你是被我的真心感动了才下楼的吗？虽然我等了520分钟，可我一点都不累，只要能看到你一眼，我就知足了。是吗，小李？今天你这花看起来还不错。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天天都可以给你送。这会不会太辛苦你了？一点都不会。我今天可以约你去看电影吗？江彻看到了没？你不追，有的是人追我。你要是现在上来跟我道个歉，我也不是不能原谅你。荣音表现得不错，江彻已经注意到你，朝你这边看过来了。我去，这人不是苏荣音吗？前世他不是在精灵吗？怎么来这大了？看这架势是有人向他告白吧？管他呢，这一世我可不当舔狗，守护好小鱼就够了。小鱼同学，我就送你到这吧，记得待会来竹林小院做饭。好的，我待会就过去。小敏，江彻怎么走了？按照你说的计划，他不应该抛下肖小鱼，急冲冲上来把我追求者赶走吗？荣音，你别急，这种情况应该是江彻不好意思，毕竟他现在也是学校的风云人物。还有你没注意到吗？他看到你以后丢下肖小鱼一个人走了，他估计是担心怕被你看到。那接下来我要跟小李出去看电影吗？这肯定不能去，这只是让你假装刺激一下江彻而已。接下来你就谎称自己肚子痛拒绝就好了。小李，对不起啊，突然肚子好疼，我想回宿舍待着。没事，那我们下次再约，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记得多喝热水。小李，你真是个好人。此时竹林小院中，肖小鱼坐在江彻对面，小口小口吃着海参炒饭。在江彻的投喂下，肖小鱼的眉也出现端倪。吃完饭后，江彻一如既往地坐到沙发上，看着肖小鱼忙碌收拾的身影。不是江彻不想帮忙，而是他帮一点忙就会给肖小鱼带来一点负罪感。江彻同学，我刚刚发工资了，这些钱还给你。什么？这里一共是1400，你之前买护肤品的钱，还有这段时间吃你的饭，我知道这些应该还不够的，不过我现在只有这么多，等下个月工资发下来，我再继续还给你。肖小鱼目光坚定看向江彻，他极度自卑的内心真的不敢相信这些好事江彻刻意对他的，他害怕见到光以后不敢回到黑暗中了。小鱼同学，那你觉得该还给我多少才算够？我也不知道，但这些肯定是不够的。是不够，你下个月的工资再加起来也不够。肖小鱼小脸一白，慌乱的抬眸看向了江彻。小鱼同学，因为你该还给我的根本就不是钱呀。我该还给江彻的不是钱，这是什么意思？那自己应该还什么？肖小鱼不知道的是，正确答案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被他给排除掉了。我给校花当了99年舔狗，到最后连他洗脚水都没喝一口。重生归来，我幡然醒悟，只想守护好前世错过的宝藏女孩。小鱼同学，距离期末考试还有20多天，我可以借你笔记本看看吗？江彻同学，我这边有可以借给你。还没等肖小鱼开口，一旁的古薇急忙抢答道：“上次被江彻警告过，古薇就一直没机会跟江彻搭上话。古薇同学，谢谢你，我觉得我有肖小鱼的笔记本就够了。”那行吧，江彻，我古薇好不容易遇上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可不会就这么轻易放弃掉。女神，我懂的，一切都交给我。老姜，今天想吃什么？我请你。无事献殷勤，你小子肯定没有安什么好心，说吧。我想请你跟我女神古薇出去吃顿饭。她说想为了上次的事情跟你单独道个歉，饭钱我出。我去，你小子不是挺喜欢古薇的吗？你这操作沸羊羊来了都得给你磕个头。老姜，你不懂，这是我对她爱的深沉。看着王腾朝着终极舔狗方向走去，江彻觉得有必要拉着倒霉孩子一把。老王，放低自己底线，一味的付出是换不来一丁点的喜欢。喜欢这东西永远都是双向奔赴，不然就是舔狗。最后再教你一招，10年舔狗无人知，一招租车叫老公。不是对你没感觉，是你没开保时捷。义父在上，我悟了。王腾，我吩咐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办好的话，我会考虑加你一个好友。麻烦你去搜一下邓超找工作吧。王腾，你什么意思？此时江彻并不知道身后的闹剧，他正急着接上肖小鱼吃饭去。小鱼同学，这飘着小雨怎么没有打伞？别站着了，快上车吧。我怕让你等久了。此时江彻察觉到肖小鱼衣服被打湿了一些，可他怀里抱着的一个袋子却是没有被打湿丝毫。江彻同学，马上要入秋了，这是送给你的。这是你专门给我织的？江彻同学，你要是嫌丑的话，可以跟我说，我拿回去再修改一下。很好看，我很喜欢。喜欢就好。肖小鱼声音很小，但那好看的眉眼上挂着藏不住的欣喜。江彻同学，我们要去哪里？不是去竹林小院做饭吗？去买几身厚衣服。江彻看着肖小鱼单薄的衣服，不用想肯定知道他没有准备厚衣服。来到购物区后，肖小鱼深深地把头埋了下去，他感觉与这商场的一切都格格不入。突然江彻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腕，你低着头不看路，我只能牵着你了，不然你掉到楼下去怎么办？你好，这件羽绒服拿2套，
一个大码一个小码。江彻同学，这衣服我不能要的。小鱼同学，要是你拒绝的话，这里这么多人看着会让我很没面子的哦。随后江彻又挑了一些入秋的衣服，提着大包小包走出商场。小鱼同学哭什么？这么多衣服好贵好贵的，你上次说我该还给你的不是钱，我不知道该还什么，也不知道能不能还得起。你还得起，等你什么时候找到答案，再开始还也来得及。待会我们就不回去吃了，随便在外面吃点回学校上课吧。好的。下午江彻跟肖小鱼到了教室就被班长陈芳缠住了。江彻，你可以在论坛上帮我发个帖子吗？为啥？我要竞选学生会干部，需要投票。你现在论坛人气可高了，想让你帮我拉拉票。你放心，只要你帮我，别管成不成，我都答应你一个条件。说完他跟江彻眨了眨眼，赶紧滚蛋，鸡皮疙瘩都给你吓出来了。滚就滚，小鱼，少跟他玩，当心哪天吃了你都不带吐骨头的。哦。结果陈芳转头还没走出2步，就听肖小鱼说：江彻同学，晚上还要一起吃饭吗？溜了。为什么这么问？最近店里很忙，还要准备考试，大家都很累，我再不去的话，会让大家分摊到更多的工作量的。放心吧，知道要考试，我已经让店长进行工作时间的调整了，还从其他分店调过来了几个全天的员工。考试这段时间，你就先不要去工作了。啊，快考试了，我都没怎么学，你这段时间的主要任务就是给我补课。我不会教人的。没关系，你学就好，我看着，有什么不会的我问你。二人相互紧挨着彼此，肖小鱼侧目看了江彻一眼，见江彻正在看着自己的笔记本，连忙又收回了目光，而他才刚刚把头转回去，江彻的视线就转过来落到了他的侧脸上，眼神异常的柔和。不知道过了多久，肖小鱼又一次转头偷瞄江彻，可这一次他的目光刚刚好跟江彻撞到了一起。我先去竹林小院做饭了。嘿嘿，傻丫头，你想看就说嘛，我这堪比观众老爷的面孔可以让你看一辈子。此时江彻听着窗外的雨声，故意吃得很慢，如果这雨下一夜的话，宿舍肯定冷得要命。小鱼同学，你在宿舍里睡觉会冷吗？不冷的，我带了厚被子，还可以把羽绒服盖在上面。江彻明白这就是冷，随即看了一下时间，已经11点了。在送肖小鱼回寝室的路上，江彻开得比蜗牛还慢，10分钟路程硬生生磨蹭了半个小时。此时肖小鱼看着紧闭的宿舍门，满脸茫然。去竹林小院住吧，那里被子什么的都齐全着，上次你洗过之后，到现在都没有住过人。可是都怪我开得慢，要不我给你在外面开个房间休息。不用的不用的，那就去竹林小院吧，只能这样了。此时屋里空调也没关，每个房间都暖意洋洋的，说不是江彻有预谋的谁又会信？但肖小鱼并没有一点点朝着这一面去想，因为他并不觉得江彻有这么做的必要。你就睡在这个房间吧。好的。时间不早了，小鱼同学，你收拾完就抓紧睡吧，我也回宿舍睡了。前世我当了校花苏荣英99年舔狗，重生归来我不舔了，只想守护好前世错过的宝藏女孩。小鱼同学，快过来吃早餐吧。对不起，是我睡过头了。道歉干什么？快来吃吧，要不然东西该冷了。肖小鱼第一次吃到除家人以外的人为自己做的早餐，每一口都感觉格外的珍惜。吃完了，待会我们去西湖看看风景。好呀，江彻同学。此时江彻不知道的是，苏荣英因为他突然不追了，他开始急了。小敏，我感觉你之前的计划不太行，这么多天江彻都还没有找我，我决定主动出击。你们说我第一句该怎么说？荣英，我建议骑手先来一句在吗？探探他的底，这样行吗？不行，当然不行。作为资深言情爱好者，骑手在骂的人，要么是小丑，要么就是败犬。恋爱讲究一个快准狠，直接约出来去看泰坦尼克号，气氛到位了，直接主动表白，这好像有点道理。荣音，别听他们的，都是一群母胎单身19年的渣渣，还是听我的，还得按照我之前的计划来。男人就得让他有危机感，之前他不找你，是因为你给的危机感还不够。哎呀，你们一人一句都给我说迷糊了，我还是自己想吧。此时江彻并不知道这些，他正开心地陪肖小鱼欣赏西湖的美景。小鱼同学，这月色美吗？美。是不是觉得美好的东西总是那么遥不可及？那现在呢？江彻点亮手机屏幕，壁纸不知何时换成了一张月亮的照片。肖小鱼好像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什么，侧目抬头看向了身侧江彻的脸，好像那轮皎月近在眼前，触手可及。江彻知道他这是明白了自己赤果果展露出来的心意，也没有再去开口主动找他说话。江彻同学，怎么了？能不能开快一点点？快11点了，不然的话就又回不去宿舍了。好，知道了。肖小鱼回宿舍里拿起了日记本，不知道在写些什么。突然豆大的泪珠开始从眼里冒了出来，落在纸上啪嗒作响。从始至终他都把自己放得太低了，所以看到手机壁纸的那一轮圆月跟江彻那个璀璨笑容的时候，也在这一瞬间他全都想明白了。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的巧合？江彻明明可以吃完的饭菜，又怎么会刚好那一顿吃不完，把菜全给了自己？刚好要去金陵他的老家调研，让他做向导免费送他回家。这种事情还有好多好多，多到根本数都数不清。肖小鱼这时才明白，如此平凡的自己也能得到江彻刻意的好。小鱼同学醒了吗？
江彻，我又睡过头了，对不起。这么久以来，肖小鱼还是第一次喊江彻的名字，后面不挂上同学这个后缀。道歉干什么？下楼，我在你宿舍楼下等着。哦，好的。江彻发现肖小鱼在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心意之后变得很乖，问他宿舍里冷不冷，他就如实的说了。问他要不要在这里住，他也会认真的告诉江彻。王腾，你看前面那个是不是隔壁金融系的苏荣英？听说是论坛有名的高冷校花，长得确实好看，怎么我之前没见过她？咱们又不是一个系的，没听说过那不也正常吗？我现在已经看破红尘了，女人只会影响我上分的速度。我去，苏荣英怎么往我们宿舍方向过来了？难道我的春天要来了？王腾，你刚才不是说看破红尘了，现在这么激动干嘛？开玩笑你也当真呀？就算真出家了，我也分分钟下山还俗。你们好，请问一下，你们知道江彻现在在哪儿吗？江彻这段时间在竹林小院那边复习功课呢。好的，谢谢你们。我去，真晦气！江彻你可真该死啊！怎么美女都背着你去？祝你期末考试全部挂科。此时苏荣英越靠近竹林小院，心情莫名越发紧张起来。我找江彻只是给他一个台阶下，等下完这个台阶，起码要他哄我半年才行，要不然我可不会轻易原谅他故意不填我的事情。小鱼，你先自己复习一下功课，有人过来找我，我要出去一趟。哎，好的，我听说待会可能要下雨，你记得带雨伞。苏荣英好久不见，突然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江彻，我都知道你放弃清北来浙大是为了我，你现在还一副把我当做陌生人的态度，是装给谁看？谁跟你说我来浙大是为了你？江彻，不就是我高中时候拒绝你99次表白吗？我现在都过来给你台阶下了，你还这副态度干嘛？你要是好好的跟我道个歉，发誓以后只会对我一人好，我就原谅你这段时间故意不搭理我的事情了。此时江彻这才意识到自己在苏荣英心中舔狗形象已经根深蒂固了。哎，苏荣英，今天我们就好好把事情说一说吧。以前我确实很喜欢你，青梅竹马10几年，从初中开始，你肯定能感受到我的想法。那时我鼓起勇气当众人的面向你表白了，可你拒绝的是那么干脆，不留一丝情面。对不起，我那时是被你吓到才会这样。这没什么，毕竟问题的根源是我本身。表白从来是胜利的凯歌，而不是冲锋的号角，是我非要死缠烂打揪着你不放。不过自从那一天过后，我整个人仿佛新生了，我不想当舔狗，只想做回我自己。江彻，真的对不起，我没有想到我会对你造成如此巨大的伤害。不用向我道歉，苏荣英，我真的从你的世界脱轨，以后不会再纠缠你不放了。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我不要，江彻，我不要你离开我的世界。此时苏荣英这才明白自己内心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江彻陪着她度过太多时间，是什么时候自己变得高高在上，完全不考虑江彻的感觉。江彻，我不相信你有喜欢的人，你就是还在生我的气。这一次换我向你表白好吗？就在这时，肖小鱼推门而出。江彻，你的雨伞忘记拿了。我舔了校花苏荣英99年，重生归来我不舔了，只想守护好前世错过的宝藏女孩。可苏荣英急了，跑到我面前哭着跟我表白，并表示我不跟她生猴子的话，她就分分钟郁给我看。苏荣英，以前的江彻已经打在被你拒绝表白的那一天。另外我来浙大也不是为了你，我已经找到我想守护一生的女孩了。江彻，我不信，你肯定是在故意气我的，对吗？还没等江彻再次开口，身后就传来肖小鱼的声音。江彻，你的雨伞忘记带了。哎，小鱼同学，你出来干嘛？现在都降温了，老老实实待在空调房里，别冻着了。没事的，我怕待会下雨了，你又忘记带伞，我没想那么多，就急冲冲跑出来了。你呀，真是傻得让人心疼。苏荣英看到江彻一脸宠溺地揉着女生的头发，如遭晴天霹雳一般，脸色瞬间惨白如纸。怎么会这样？明明这个笑容江彻只在我面前露出过，他怎么能对另一个女生这样子？我不信他真的会离开我的世界，我不信，肯定是我在做梦，回去睡一觉醒来就好了。江彻，刚才那个女生怎么突然就走了？我看她脸色有点不太好，她是你朋友吧？你要不要跟过去看看？她没什么事，就一普通高中同学，我们快进去吧，感觉马上要下雨了。哎，好的。荣英，你在哪儿呢？我听说你去找江彻了，江彻是不是特感动？现在在你旁边痛哭流涕呢。小敏，别说了，我有点不舒服，帮我请几天假，我要回趟家里。出门好好的，这会怎么了？爱情这东西可真让人琢磨不透。此时苏荣英只想回家，如同受伤的动物一般，只想回到最熟悉的港湾。这时石城正下着雨，一下车他就撒腿朝自家跑去，泪水憋不住的向外流出。按了半天门铃也不见有人回应，由于手机也关机了，一时绝望的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荣英，你这孩子怎么回事？怎么淋着雨回来了？陈阿姨，苏荣英心里的委屈如同黄河决堤崩泻，可话到了嘴边，她不知道自己应该以什么身份来说。我家里没有人，我爸妈都去国外了，我回不去家。家里没人也不能淋雨走啊，你让你妈给阿姨打个电话，阿姨去家里接你啊，咱们都这么多年邻居了。我手机没电了。丫头，咱们先回家再说。荣英，快来，把这碗感冒药喝了，不然的话明天可要难受死了。谢谢陈阿姨。谢什么？我跟你妈这么多年的朋友，你跟小彻也是一起从小玩到大，以后再有这种事情别哭，来阿姨这里就行了。客房最近杂物比较多，你就在小彻的房间里睡吧，床单被罩我都换了新的。好的，阿姨。苏荣英来到江彻的房间里，很快她的目光被一个啤酒瓶所吸引住。2014年5月4日，
这不是江彻被我拒绝表白的那天吗？苏荣英的心脏突然好像被人攥了一把似的，这句话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自那天之后，江彻对她的态度开始360度转变。随后，苏荣英又拿起一旁的笔记本，而在看到上面写的字之后，苏荣英眼里的泪如同泉水般涌出，她死死地将这笔记本抱在怀里。之前的江彻是因为喜欢自己才甘愿在我身后当个小跟班，是我把江彻弄丢了，我要把他重新找回来。江彻，我不允许你离开我。老姜，你终于回来了，你跟那个苏荣英是啥情况？我跟他之前是高中同学而已。我不信，普通同学他那么着急跑过来找你干嘛？你们之间肯定有问题。哎，那我说了，曾经我是他众多舔狗中的一员，可能是我突然觉醒了，让他一时间有点不适应吧。所以王腾当什么都可以，就是别当舔狗。我懂，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宁做童老师，不做李宗恒。时间过得很快，学末成绩单出了，寒假也正式拉开了帷幕。江彻的成绩只能用妖孽来形容，整个院系都找不出第二个。小鱼，谢谢你这段时间给我补课。我没有给你补什么课的，你后来教了我很多，是我该谢谢你才是。没有开始哪来的后来？后面的谢前面的，理所应当。哦，那好吧。对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要不要我送你回去？江彻，不用你送，开车很累，我可以等几天的。平时很多事情他都不再拒绝，因为他不想江彻为自己好，还要想办法去找借口，所以变得好乖。但这次肖小鱼不想江彻为他累着，只要小鱼同学到时候给我按按肩膀，我就不会感觉到累的。真的吗？是的，我们快走吧。小鱼，我们到了，你快进去吧，我们开学再见。好的，江彻，你路上慢点开。随着江彻离开，地面上留下大包小包的东西。肖小鱼以为是江彻不小心落下的，急忙上前查看。一张纸条突然进入肖小鱼的视线，看着纸条，肖小鱼一动不动。过了好一会，拿出手机。另一边，江彻顿时明白来电原因。这个笨拙而又认真的女孩，总是经常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情绪。江彻，你吃饭了吗？还没，我妈正在做。是刚到家吗？那些东西你看到了吧？记得每顿按时吃。我会的，谢谢你江彻。那我们开学见。开学见。另一边，苏荣英得知江彻回家后，立即朝这边赶来。当过舔狗的都知道，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重生归来我不舔了。可校花苏荣英却急了，谁呀？一直敲门。苏荣英，怎么是你？放寒假不好好在家待着找我干嘛？江彻，今天咱们高中群里举办同学聚会，你去吗？我就不去了，你们玩吧。那过完年我们一起返校，我帮你订票，可以吗？不用了，到时候我要去接一个人。是上次给你送伞的那个女孩吗？对。江彻，我哪里不如那个女孩？是我腿不够长，还是身材不够辣？她一个穷丫头能帮你什么？只要你答应跟我在一起，我给你买保时捷911，100公里加速4秒，怎么样？苏荣英，你很好，但错过就是错过了。上次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何必这样子搞得大家颜面都不好看？我还有事就先走了。江彻，没有我的允许，骑士是不可能离开公主身边。我就不信我比不上一个肖小鱼。老姜，你丫的是怎么做到舔狗逆袭的？现在换成苏校花追你了，这高中群里艾特你800遍，把咱们之前班长极度的退群了。可能是我突然不追了，让他产生了戒断反应，过段时间就好了。不说这些了，今天广场有一场烟花晚会，咱们反正也没事，要不过去凑凑热闹吧？行。荣英，你看，那是江彻。听说他为了你放弃清北去了浙大，到了大学，江彻是不是还像高中时那般追你？想想就好甜呀！一瞬间，苏荣英有些不知所措。这段时间，她都在想办法让江彻出来，一直没有成功。现在江彻就在眼前。云云，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什么事？你就说吧。我跟江彻闹了一点矛盾，他现在不想理我，你可以去叫陈云松，让他把江彻带过来吗？小问题，我这就去。这时，一颗巨大的烟花在空中炸开，江彻拿着手机拍下了这一幕，将照片发给了肖小。哇，这烟花好漂亮呀！可惜我们这边没有人放烟花。看着手机上的消息，江彻突然觉得索然无味。烟花有什么意思？重要的是一起看烟花的人。高云，你找我有什么事？荣英找江彻有点事，你可以帮我把江彻带过来吗？待会我请你吃顿宵夜。陈云松，你就帮忙嘛。我是那种一顿饭就能收买的人吗？我兄弟好不容易不当舔狗了，我可不想再看到他重蹈覆辙。你们加油！陈云松，你这人怎么这样呀？云云，我们走吧，我突然有点不舒服，想回去休息了。咱们不理他，一个江彻而已，可不值得咱们这种小仙女低头。小彻，你知不知道高云刚才喊我干嘛？看上你了？滚啊！说正经的呢。那你说吧。高云喊我是要让我帮他个忙，让你过去找苏校花。你怎么说的？我怎么可能让我兄弟重新当回舔狗？肯定把他们拒绝了。干得漂亮，跟我走，为父带你去体验下男人的浪漫。义父当真？24K 纯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江彻，我圈你大爷的！大爷，我不是在说您，麻烦您轻一点。之后，陈云松回到家，连着做了2个梦，都没想明白一件事：为什么盲人按摩半夜9点还不关门？江彻，我再信你一句话，我就是狗。另一边，肖小鱼站在自家屋顶上眺望着远方，他也想拍一张烟花的照片跟江彻分享，可等了好久都不见得有人放。突然，一朵巨大的烟花在他的头顶上炸开，仿佛要将世界都照亮一般。肖小鱼想要拍下这绽放的烟花，可他的老人机拍出来的照片却是黑漆漆的，神情失落的他真的好想跟江彻分享自己所看到的美好。小鱼，烟花美吗？啊！随即又是一颗烟花炸开，刚刚那种好看，还是这种好看？
肖小鱼愣了好几秒，忽然转身撒腿就朝着院外的方向跑去。胡同巷子依旧漆黑无比，可是就在他出来的下一秒，又有一道手电筒的光芒亮起，将他的全世界都照亮。光芒后面依稀可见江彻那张笑得无比灿烂的俊朗脸庞。江彻，这么晚了，你怎么过来了？晚上开车很危险的。我来的原因是因为这里有只小鱼说有一点点的想放烟花，跟我走了。江彻拉着他到了附近的一处小广场上，空地上摆放着许多各式各样的烟花。小鱼点吧，没事，我在呢。好。下一刻，漫天烟花璀璨而绚烂，烟花下站着的二人牵在一起的手，不知何时已经十指紧扣。真的好美啊！江彻看着肖小鱼的侧脸，笑得格外开心。看烟花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起看烟花的人。而突然，身旁的肖小鱼拱了他一下，接着芳香钻入鼻孔，他的脸处碰到了一片冰凉。下一刻，肖小鱼要逃，江彻一把拉住了他。小鱼，烟花还没放完哦，别跑了，好好看着。哦，对了，江彻这么晚了，要不你来家里睡吧？睡你的房间？哎呀，不是，我是说我去跟我妈一起睡，你在我的房间里睡。好了，不逗你了，这么晚我就不去家里了，晚上有一班飞机我直接回去了，等年后再来看你，记得给我准备好吃的。那我肯定会做很多好吃的等你。看着江彻远去的背影，肖小鱼满眼蕴含着许多的不舍。前世我舔了校花99年，连手都没有碰一下，重生归来我不舔了，只想守护好前世错过的宝藏女孩。在我不懈努力下，内心极度自卑的女孩总算被我打开一丝心房。小鱼，我已经52天13小时14分钟没有吃到你做的饭了，突然好想念啊。那我要不提前返校好了？不用，你在家好好再陪阿姨待几天吧。那你想吃怎么办？没事，我自己来想办法，你快睡吧。肖小鱼睡得早，一睁眼就看到江彻昨天晚上最后还给自己发来一句晚安。江彻，对不起，昨晚我睡着了，忘记回你消息了。没事，快来吃早餐吧。肖小鱼愣了一下，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连忙拿起衣服。他第一次感觉穿衣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小懒猪可算起床了，快来吃早饭，要不待会儿凉了。江彻，你怎么会在这里？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想吃你做的饭了。我想的办法就是跑过来吃，我机智吧？肖小鱼看着江彻，眼眶一圈泛起了粉红色，强忍住眼眶没有流下泪水，连忙转身去厨房盛起了饭。小彻，你们今天就回学校吗？不能，阿姨，开学还有几天，不急着走。行，中午让小鱼做饭，我腌了一只鸭子，晚上也就能吃了。那我就先去店子上班了。周莲意识到江彻来家里说是想吃饭了，但更多的是想做饭的人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回去的时候把肖小鱼载回学校里。另外说在家多待几天，也是想让肖小鱼多陪陪他们。这时饭桌上只剩下了江彻跟肖小鱼两个人。小鱼怎么一直扒饭不吃菜？这哪里有味道？哦，我这就夹菜。待会吃完饭，我们出去溜溜弯怎么样？好呀。二人并肩继续朝前走去。走着走着，肖小鱼的手一直不经意间碰到江彻的手背。江彻侧目看向他，灿然笑着，一把将那只不停碰到自己的小手攥进了手心。小鱼，想牵着我就直接说，我又不是不让你牵着。我待会我们买些东西回去做饭吧，多做一些，我给你帮忙。不用帮忙，我自己就可以的。可是我觉得你会累着。好吧。肖小鱼家厨房不大，两个人站在厨房里几乎是肩膀挨着肩膀。一下午肖小鱼一个劲的走神，就连这顿饭怎么吃完的他都不怎么记得。江彻，今晚你就在我房间里睡吧。我去睡了，那你睡哪呢？我去我妈的房间里睡就好了。那好的。可过了一会，肖小鱼又从周莲的卧室里走了出来。怎么了，小鱼？我妈的床上放着好多准备要缝的被子，她睡着了，我怕搬的话会把她吵醒。那你就到房间里睡吧，我去车里睡一晚就好。江彻笑着起身就要走出屋子，在经过肖小鱼身边的时候，肖小鱼的小手却是拽住了他的衣角。车里不舒服，别去车里了，床蛮大的，我们盖2床被子也没关系的。江彻愣住了，挑着眉头看着他，一把将低着头的小鱼抱紧在怀里。小鱼，我要被你可爱死了怎么办？不过我还是回车里睡吧，你快去休息吧。肖小鱼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江彻的怀抱里出来的，躺在床上，他整个人都还处于这宕机状态。第二天一醒来，整个世界都变了模样，整个精灵被银装素裹。江彻，下雪了。是呀，下雪了。小鱼看招。下一刻，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雪球朝他飞了过去。呀！眼疾手快的他反手揉了一个不算太大的雪球，可是抓着那雪球，他却并没有朝着江彻丢过去。他觉得这个雪球有些大了，可能会砸疼他。小鱼为什么不丢我？太大了，砸到了你会疼的。傻不傻？我不会躲吗？可是万一你没有躲过去呢？江彻无言，双臂用力将他抱得更紧更紧。你可真是一个傻丫头。我可不傻，我可机智了。是，机智的傻丫头。我们要返校了，待会回去把行李收拾一下吧。好的。此时这大女生寝室也因为苏荣英返校热闹非凡。荣英，快跟我们说说，上次你找江彻后续怎么样了？就是，怎么突然就要请假回老家？难道你俩这么急着回家订婚？没有，江彻他说他在浙大已经有喜欢的人了，他彻底不要我了，是我辜负了他一片真心。可是我真的后悔了，现在我到底该怎么做啊？这怎么可能？就他们班上那个乡下丫头肖小鱼，要身材没身材，要长相没长相的，江彻是不是瞎了眼？寒假这段时间，我一直找各种机会想约他出来，他就是不出来。荣英别慌，
俗话说，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凭你这妥妥的白富美的身份，哪个男人不心动？只要你这学期主动出击，时间久了，江彻肯定会对你回心转意的。真的吗？在舍友一声声打气中，苏荣英重新恢复自信，兴高采烈地出门。小敏，你觉得荣英真的能得偿所愿吗？我也不知道。那你还说的这么肯定？我不这么说，难道你想看到荣英整天死气沉沉的吗？前世我舔了苏荣英99年，重生归来我不舔了，她却开始想起我之前的好了。我去，你快看，那不是金融系的苏大校花吗？这么冷的天，她端着奶茶在这里干嘛？王腾，看这架势，该不会是找江彻的吧？听说她不是高冷女神吗？现在这模样算啥？傻孩子，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高冷女神？她们只不过只是对你高冷罢了。别说了，你38度的嘴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来？小鱼，别累着了，行李我自己拿就好了。我不累的，你开了一整天的车，已经很累了，这点小事我帮你就好了。傻丫头，慢点走，时间还早呢。好的。兄弟们，老姜回来了，他旁边怎么还跟着一个肖小鱼啊？王腾，快把你的瓜掏出来，我们在线吃瓜了。瓜来了，这情况难道是二女追夫？这也太刺激了吧！别说话了，他们已经到宿舍楼下了。江彻，你回来了，我听说你今天返校，特意在你宿舍楼下等了一下午，这是我为你买的奶茶，还是热的，你快喝吧。苏荣英，你这是干嘛？之前我不是明确跟你说过了吗？是啊，你不是说我们之间只是普通朋友吗？我给你送奶茶也在朋友范围啊，还是说你想跟我进一步？行吧，谢谢你的奶茶了。还有事吗？没事的话你就先走吧。这么急干嘛？也不给我介绍一下你旁边这位。你好，我叫苏荣英，从小跟江彻青梅竹马长大的。我家江彻脾气不好，希望你能多担待担待。你好，我叫肖小鱼，江彻他脾气很好的，对我也很照顾。是吗？江彻对你可真好，不像我只会心疼江彻。前几天听说江彻提前返校，连夜开车去找你，那一晚我担心的都睡不着觉。好了，小鱼，不用理他，我们走吧，待会我们竹林小院见。哦，知道了。江彻，我可不会轻易就放弃你，你只能属于我苏荣英的。这位姐姐，你也喜欢江彻吧？你是？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古薇，是江彻的同班同学，我也很喜欢江彻。我知道你，学校论坛有名的长腿女神，不过你找我干嘛？这话你当江彻面去说就行了。我也不绕圈子了，我们合作吧。合作？什么意思？上学期我只是跟肖小鱼这乡下丫头提了一句能不能换个位置，我就被江彻警告了，一学期都没有再跟他搭上话。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只要我们联手把肖小鱼挤走，接下来我们公平竞争。听起来还不错，不过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呢？我跟江彻可是多年的青梅竹马关系，没有你，我一个人也可以将他抢回来。苏大校花别装了，上学期末你在竹林小院掩面痛哭，可没有你现在说的这般自信哦。你作为合作，我可以先给你点诚意，过几天我们班会举办春游，江彻跟肖小鱼也会去，来不来就看你喽。行，既然你这么有诚意，合作的事我可以考虑一下。另一边，肖小鱼并没有表面看得那么平静，在明白江彻心意之后，相比以前他变得更加刻苦。小鱼，看什么书呢？这么入迷，别累着了，快来喝杯牛奶。江彻，谢谢你。对了，你怎么最近看起公管专业类的书籍了？因为我想毕业以后能帮上你，到时候换我来帮助你。这是肖小鱼第一次这么正式的跟江彻说话，他不想自己在江彻身边就仅仅只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存在。好的，小鱼，我等你，不过你得劳逸结合，时间也不早了，明天还要去春游呢。我知道的。夜色下，两人并肩走在校园里，彼此的手不知何时已经牵在了一起。荣英，大晚上的你收拾行李干嘛？小敏，明天我打算跟江彻班上一起去春游。什么？江彻他竟然邀请你去春游？这什么剧情？上一秒拒绝，下一秒追妻。哎呀，不是的。随后苏荣英将中午与古薇所达成的合作说了出来。你们城里人真会玩。不过荣英，你就不怕古薇她到时候成为你最大的绊脚石吗？不怕，只要肖小鱼不在江彻身边，就凭我跟江彻10几年的感情，我就不信我比不过肖小鱼，还比不过一个古薇。那我祝你成功。对了，小敏，明天你们可以陪我一起去吗？我们去不是给你当电灯泡吗？不是，我想让你们给我当一次僚机，帮我把江彻那几个舍友吸引住。最坚硬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没问题，明天我们陪你一起去。老姜，你这双肩包可以借我用一用吗？拿去用吧。谢谢了，我背点矿泉水去，景区的水贵的要命，咱们几个只喝水怕是都要100块。王腾，你不是魔都本地人吗？这么有钱，怎么这么精打细算的？李峰，这你就不懂了吧？骑着单车去酒吧，该省省该花花，钱都要用到刀刃上。厉害厉害，不愧是你。好啦，咱们赶紧收拾收拾，别早迟到了。我给校花当了99年舔狗，重生归来我不舔了，他却急了，竟然联合这大校花想将我抢回来。你快看，那不是长腿女神古薇吗？那一双长腿足以买我的命了。古薇算什么？哪里比得过我女神？她可是校花榜首苏荣英，苏大校花。你放屁！我古薇女神才是校花榜首，我跟你拼了！江彻看到了没？我的魅力可不是一个乡下丫头肖小鱼所能比的。江彻，要不要我陪你？我来过一次西湖景区，可以给你当导游哦。
谢谢你，古威同学。不用了，我有肖小鱼就够了。江彻，那我们一起吧。我昨天晚上查了半夜攻略，对这里还是有所了解的。苏荣音，你说你昨天搜了攻略？搜了，有什么问题吗？你搜了攻略的话，就问问其他有没有需要的同学吧。我刚好来过西湖一趟，所以不太需要，我就先走了。江彻，你苏荣音同学，我没来过西湖景区，要不你来给我做导游吧？给我走开！古威，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江彻跟肖小鱼两个孤男寡女的，在这种气氛下，感情肯定会剧烈升温。别急，我调查过肖小鱼，她是一个内心极度自卑的女孩，只要让她见识到自己跟江彻的差距，她肯定会选择离开。行，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江彻，刚才古威同学和苏荣音同学找你，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去玩呢？我一个人也可以的。小鱼，你这是开始嫌弃我了吗？不，我没有。傻瓜，弱水3千我只取1瓢，我有你就够了。江彻用力抓住肖小鱼的手，他想让这个自卑的女孩感受到自己的决心。我相信你。小鱼，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见。我没说什么。对了，我给你带了个好东西，这糖酸溜溜甜滋滋，味道可是一绝。是吗？那我尝尝。小鱼，我们一起拍个照吧。好呀。江彻找了个角度，而就在马上要拍照的前一秒，江彻突然伸头亲了肖小鱼的脸一下，肖小鱼疼就红了脸，低下头去的前一刻，被手机捕捉定格。照片中的两人，仿佛让整片令无数文人墨客留下浓墨重彩的风景，都全部黯然失色。肖小鱼，你这个狐狸精，有我古威在，你休想跟江彻过二人世界。江彻哥哥，你渴了吗？我刚刚买了2瓶水，给你1瓶吧。谢谢你，古威同学。你以后去鱼店买奶茶，给你免单。不用免单，这水。小鱼，别渴着了，快喝吧。哦，我们一起喝吧，你也渴了。看着两人你侬我侬的，古威眼皮抽搐不停，额头上一根青筋爆了起来。古威同学，你还有事吗？返校大巴来了，我们要返校了。没事，我们一起走吧。返回学校的大巴车上，江彻坐在后面，肖小鱼在前面的座位上，而坐在他旁边的是古威。此时江彻正靠在座位上闭着眼睛，好像是睡着了。古威想说些什么的念头达到了顶峰，在快到学校的时候，终于是抑制不住。肖小鱼同学，你知道江彻有多优秀吗？他是历史上最高分的文科状元，在商业方面的造诣更是无人可以比拟。这样的男人，不是什么样的女人都可以配得上的。肖小鱼同学，你能明白我什么意思吗？肖小鱼沉默了一会儿，认认真真的点了点头。我明白，古威同学，谢谢你的提醒，我会更加努力的。古威脑袋上浮现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我提醒你什么了？我那是在提醒你吗？我先下车了，古威同学再见。看着二人离去的背影，古威牙都要咬碎了。而他并没有注意到的是，江彻在转身离去之前，深深的看了他一眼。随后在上课的时候，江彻将古威堵在走廊上。古威同学，我觉得我上次跟你说的已经够清楚了，不要试图伤害我身边的人。我脾气不好，容易翻脸，可你好像并没有把这句话当回事。江彻，我没有，我就是跟肖小鱼同学说你很好。我听到你们说什么了？我很好这件事，他比你更了解，不需要你来提醒。古威同学，我再明确的告诉你一次，我们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要再平白蹉跎错付青春了。有这时间跟精力，不如多学习。古威其实没有做错什么，江彻曾经也跟他一般当舔狗当了很久，所以也清楚，这样一份明确的拒绝才是给他最好的回答。我知道了，可是我想知道我输在了哪里。以后你就会知道答案，也不会有什么遗憾了。你输得不冤。古威看着江彻离开的背影，外面晴空万里，阳光正好，可他的心却在一瞬间变得无比空荡。苏荣音，我败了，接下来就看你了。啊！随即古威将刚才所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苏荣音，我能感觉到江彻对肖小鱼不是一般的喜欢。他们才认识1个学期，感情怎么进度这么快？是不是你听错了？不可能的，从江彻的话语中，我能感受出江彻对肖小鱼那股强烈的爱意。是吗？那我自己想想别的办法。此时苏荣音听完古威所说的，心里那颗心瞬间跌落至谷底。这肖小鱼究竟是有什么魅力，能让从小舔我舔到大的江彻，短短时间变得这么快？前世我当了校花99年舔狗，重生归来我不舔了，可校花急了，直接在宿舍楼下想亲我。冲洗！苏荣音，你想干嘛？我不是那种人。另外，我已经有喜欢的人。此时一旁突然响起一阵脚步声。江彻，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里？小鱼，你听我说，我室友王腾喜欢的一个女生刚好是苏荣音寝室的。刚才我们一起吃饭，苏荣音有点喝多了，我帮忙把她送回来。谁知道她突然对我发酒疯，还好被我拦住了。没事的，我相信你，江彻。对了，苏荣音，你还有事吗？虽说江彻跟苏荣音现在一点关系也没有，可他害怕小鱼因为这事吃醋。只有永远不联系的前任才是最好的前任。江彻，我现在就这么让你感觉到厌烦吗？连一句话都不想跟我多说？如果你还在为高中我拒绝你的事生气，我可以跟你道歉，一直到你原谅为止。道歉？如果是为了以前的话，那你没有什么好跟我道歉的。之前那是我自己的选择，真的说起来还应该是我跟你道歉。我对你的喜欢，在你看来是给你造成了很多的麻烦跟困扰。没有麻烦跟困扰，你之前都是在照顾我，是我没有察觉，伤害了你。江彻，
我跟你道歉，真的对不起。我现在认清自己的心了，我也喜欢你，我们回到以前那样好不好？苏同学，感谢你陪我走过了一段漫长的人生旅途，我已经放下了，希望你也能够释然。我现在已经找到我喜欢的那个人了，也是我今后想相伴一生的人。一旁的肖小鱼一愣，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连忙转过头去，背对向了江彻。这么长时间，江彻已经把他的喜欢跟爱意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肖小鱼的面前，可喜欢这两个字，肖小鱼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番话没有那么直白，但却又无比直白。苏同学，以后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我怕小鱼会误会。再见。对了，小鱼，我今天想回竹林小院了，可以陪我吗？好的，江彻。看着江彻头也不回的背影，苏荣英咬着下唇，泪水肃然落下。有些人错过了就是永远。另一边，江彻回到竹林小院后，将自己之前跟苏荣英所发生的一切都跟肖小鱼说了一遍。此时，肖小鱼上前温柔地握紧江彻的手。江彻，你曾是照亮我整个世界的光，如今我也想成为能照亮你黑暗的一束光。小鱼，你知道我生日那天许的愿望是什么吗？我的愿望是希望我们能永远在一起。看着江彻的肖小鱼，一双美眸缓缓睁大。你是赋予我许愿权利的神明，我的愿望也只有你能实现。肖小鱼同学，做我女朋友好不好？这一刹那，肖小鱼的耳边不再有任何的声音，只剩下了江彻一个人。此时此刻，他的大脑一片空白，让他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因为他也早就想跟江彻永远在一起了。不是愿望，而是打算，这是他对自己未来整个人生的规划。而江彻的告白，是给予了他心底里潜藏着那份深沉的爱意，最热烈的回应。原本应该羞怯难当的他，此刻看着江彻的眼睛，没有一丝一毫的闪躲。神明说让江彻的愿望实现。江彻笑了，下一刻，他一把将他抱进了怀里，紧紧相拥。告白从来都不该是孤注一掷的豪赌，而是胜利者的凯歌。所以小鱼，你现在是神明，还是我的女朋友呢？我是你的女朋友，我才不是什么神明呢。江彻，你才是我的神明。小鱼，余生请多指教。哎呀，我要去洗漱睡觉了，江彻，明天见。肖小鱼在躺下之前看了衣柜一眼，眼神变得笃定无数。这里都是江彻曾为他买过的衣服。小鱼，醒了没？来了。哇，小鱼，今天怎么舍得穿我给你买的衣服了？因为我是你的女朋友，我不想因为我让你掉面子。傻瓜，有我在，没有人敢说你一句。看着美得不可方物的小鱼，江彻笑得无比灿烂。这一刻，他终于要绽放比起任何人都要耀眼的光芒。王腾，这女孩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我觉得你不用眼熟，这样的女孩子，你眼珠子熟了都没用。不是，老王你二吧？我没扯淡，是真眼熟，你仔细看看。是啊，怎么这么眼熟？想起来了，她不是肖小鱼吗？真人版丑小鸭变白天鹅。我早该想到的，天天跟江彻形影不离的，除了肖小鱼还能有谁？老李，我人傻了，咱们班里居然有一个校花级别，不对，是女神级别的女孩子，而我们全都不知道。小鱼，我感觉我现在站在你旁边像只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不像。江彻，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可以换回来。傻瓜，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你这样真的很好看。你要喜欢的话，我可以天天穿给你看。肖小鱼用自己的小手紧紧攥住了江彻的大手。又高又帅又聪明，又是亿万富翁的神仙男孩，遇上蒙尘明珠，并且展开一场无视一切的彻骨爱恋。妈呀，这是什么神仙剧情？我现在思如泉涌，写个开头，投稿一定能火。到时候我还当什么班长？小鱼，我一个从小玩到大的死党想过来找我玩，你想见见吗？想的话，待会儿可以见一面。我可以的。谈过恋爱的都知道，脱单后第一件事就是带女朋友去死党面前炫耀一番。那个嫂子好，我叫陈云松，是小彻的发小。你好，我是肖小鱼。老姜，你可真该死，这么好看的女孩子也给你追到手了。淡定淡定，先上车跟我走了，待会再聊。只见江彻开车往学校里驶去，车子很快停在江彻那栋小院前。江彻，你陪你朋友先坐一会，我去厨房做饭了。小鱼需要我帮忙吗？不用，我自己可以的。小彻，我酸了，你有独栋宿舍就算了，还有女朋友给做饭，跟你一比，我感觉我的大学生的狗屁都不是啊。你有没有想过，不仅仅是大学呢？我去，小彻，你这38度的嘴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来？云松，不过有一点你还是很优秀的，那就是很有自知之明，这是非常难得的品性。只要你能意识到自己哪里不足，就能奋力去朝着自己向往的方向改变。老姜，我感觉你在骂我，可我又没有证据。江彻没搭理正在怀疑人生的陈云松，径直来到厨房里，将正在忙碌的肖小鱼拥入怀里。小鱼，辛苦你了，早知道就不听你的，我随便在外面订一桌就好了。我不累的，第一次见你朋友，还是在家里吃比较好。小鱼，你真好。好了，你快出去吧，菜马上就好了。哎，好的。这也太好吃了吧！小彻，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女朋友啊？你先解决一下什么时候能认识几个女孩子吧。对了，最近我们学校来了几个留学生，老姜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快速跟他们搭上话吗？这好办，只要你跟他们说一句 CPDD 嘛，不把你赶走的话，说明你就有戏。是吗？那我回头试试看，成了我请你吃饭。吃过晚饭后，陈云松满怀希望地离开了竹林小院，而江彻与肖小鱼也走在校园中散步。江彻，你也太坏了吧！你交你朋友这样说，就不怕他一开口就把天聊死了吗？没事，
他就是脸皮太薄了，多锻炼锻炼就好了。嘿嘿，江彻，那我先上去了，明天见。明天见，小鱼。肖小鱼刚回到宿舍里，一道惊喊声就响了起来。小鱼，你也太漂亮了吧！之前我就觉得你还挺好看的，没想到居然这么好看。而且小鱼，你居然在跟江彻谈恋爱，那可是全校女生的梦中情人，就这么被我同宿舍的好姐妹成功俘获了。哎呀，我不跟你说了，睡觉去了。而差不多的剧情也正在男生寝室里上演着。老姜，你这个牲口下手也太快了。就是，你的眼光为什么能这么好？求求你教教我吧。老姜，从今天开始，我跟你断绝朋友关系，你就是我的师傅了。师傅请受徒儿一拜。我去，王腾，男儿膝下有黄金，这可使不得。男儿膝下有黄金，但跟媳妇比起来，黄金算个毛线。有人欢喜就有人忧愁。苏荣英看着手机，一夜未能入眠。时间来到次日清早，江彻跟肖小鱼在食堂里刚坐下来，就遇到校长牛春海。牛老，吃了没？我吃饱了，不用管我。这位姑娘，你坐坐。小江，这就是你当时开奶茶店要帮的那个女孩子。江彻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可一旁的肖小鱼一愣，开奶茶店要帮的女孩子，随后渐渐红了眼睛。他好像将一些事情都想明白了。肖小鱼闷头吃饭，想借此压着想要掉眼泪的情绪。牛老，今个有事找我？是有件事需要你帮个小忙。这不是过段时间又要高考了吗？我想让你帮忙做一下招生宣传。没问题，我待会儿刚好准备去公司一趟，正好顺带把招生视频做出来发了。行，那辛苦你了。嗨，这有什么辛苦的？等到时候效果好了，给我个保研的名额就成。你小子是真不能沾，一沾就要掉皮呀。不过你不是已经保研了吗？话音未落，牛春海看了一眼对面的肖小鱼，下一秒明白了原因。这个没什么问题，但前提要符合条件。到时候让你们导员把这姑娘的资料档案第一份给我。好的，多谢牛老了。好了，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肖小鱼抬起头，圆圆的眸子里满是错愕，看着牛春海离去的背影，反应了过来。江彻，这个保研的名额是给我要的吗？对啊，看来我们家小鱼还是挺聪明的。江彻，我突然感觉我好幸运，从开学遇到你以后，我的生活就因为你的到来变得截然不同了。肖小鱼不知道的是，江彻对他的预谋并不是从刚刚开学的时候，江彻的预谋已经隔了整整一辈子。鱼见奶茶店也好，林渊县鱼平台也好，所有的鱼都是肖小鱼的鱼。傻丫头，遇见你才是我的幸运，不是说要毕业以后要过来帮我吗？这就是一个很好提升自己的机会。江彻，我会努力学习，不会让你失望的。小鱼快吃吧，吃完了我们去海边看看，说不定未来我们再也看不到大海啊！这是为什么？因为某个小日子过得不太好的地方排放核废水，所以现在且看且珍惜。他们可太坏了。走啦，小鱼，我带你去海边记录下大海最后的美丽。前世我是追了校花99年，连手都没有碰一下的舔狗，重生归来我不舔了，并找到属于我自己的宝藏女孩。江彻，今天你有什么想吃的吗？我想吃鱼了，可是家里没鱼了。你想吃什么鱼？我这就出去买。不用出去买，家里这不是有一条现成的鱼吗？在哪里？我怎么没看到呀？它就在我身边。肖小鱼一下子腾红了脸，低下头不敢直视江彻。不逗你了，小鱼，待会我们随便吃点就好了。哦，那你这次小长假打算什么时候回家？肖小鱼抬头看向身旁的江彻，眼里充满了不舍。热恋期的情侣哪怕只分开一天，都如同1年之久。下午就走？下午就走吗？要带什么东西？我去帮你收拾一下。带上你好不好？江彻一把抓住肖小鱼的小手，带上你，咱们一起回金陵吧。我爸妈去京城旅游了，我不着急回去，到时候去你家住几天，你不会介意吧？二人对视着，气氛突然变得奇怪了起来。就在这时，好友陈云松打来电话。陈云松，你要是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信不信我现在把你狗活出来？怎么火气这么大？这不是马上放小长假了，咱们去网吧一起上分。我最近亚索贼忙。上次你不是说想要脱单吗？怎么又开始上起分来？女人只会影响我上分的速度，你之前不是曾说过吗？心中无女人，上分自然神。我下面一句话你是真没有听进去，让你心中无女人，不是让你身边没女人。老姜，我悟了，你不愧是我的人生导师，电话费挺贵的，我就挂了，这都够我给女生买几杯奶茶了。肖小鱼看着江彻如同怨妇一般的神情，偷笑了一声，亲吻了一下他的脸颊。我去收拾东西了，要不然待会我们到家太晚了。好的。随后江彻开了几个小时，天刚刚擦黑，两人抵达了肖小鱼家的巷子口。周莲准备离开厨房，拿手机给肖小鱼打个电话，问问大概什么时候到家。刚好就看到了江彻提着2个行李箱走进了家里。阿姨，妈，周莲愣住了。她愣住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女儿变得跟以往截然不同的美好，还有对江彻的感激有江彻耐心的爱着小鱼，一点一点的将小鱼照顾成了现在这么美好的样子。你们回来的正好，收拾一下，准备吃饭了。随后快步走进厨房，靠在外面看不见的墙边，他掩面而泣。肖小鱼转头看向了江彻，眼眶泛着一圈粉红色。他知道母亲是怎么了，当然也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小傻瓜，其他的话就不用说了，我都知道的。咱们快进屋吃饭吧，行李怪沉的。啊，好。
好的。餐桌上4个菜1只鸭子，这是周莲足足准备了1下午的时间，可以说无比的用心。小江吃饱了吗？没吃饱的话，阿姨再去做一点。不了，阿姨，我已经吃得很撑了。就在这时，萧家多年未见的亲戚敲响房门。小江，你们先吃着，我出去看看。嫂子，好久不见呀，妹妹给你带点东西过来。萧华，你自己留着吃就行，这些东西我自己会买。哎呀，嫂子，你就拿着吧，这是我一点点心意，没别的意思。你不用弄这些虚头巴脑的事情。萧华，你到底想干什么？直接说吧。哎呀，你这话说的，我能想干什么？这不就是太忙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来看过嫂子，就想着拿点东西。太忙了，10几年都忙得没时间，怎么今个突然有时间了？周莲目光灼灼地盯着他，萧华被看得有些发毛。我还真是有点事想求您，要不咱们进去说？不用了，就在这儿说吧。这不是我听人说，你现在的工作是在那个鱼见奶茶店做采购，收入还挺高的。妹妹，我刚换了房，压力有点大，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工作让给我，不是万不得已，我也不来张这个嘴。萧华，你说这种话，你就一点也不脸红吗？不是嫂子，我这不是跟您商量的吗？你们家小鱼现在找了个有钱的女婿，以后想要什么工作没有？是不是？你现在给我滚！此时江彻听到门外传来的吵闹声，急忙起身出去查看。哟，侄女婿在呢，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小鱼的堂姑。你给我走远点，别脏了我阿姨家的路。萧华的表情陡然凝固，想要泼妇骂街，但江彻开的车都上百万的身份摆在这儿，他几次张嘴，最后还是扯着嘴角笑了起来。年轻人火气就是大，那堂姑就先走了，等改天再来。见江彻出来了，萧母连生气都忘了，她不愿意让江彻见到这种场景。阿姨，别生气，为了这种人不值得，我们先回屋歇歇。好的。萧母松了一口气，原生家庭带给萧小鱼的已经太差了，她真的不想再给江彻添更差的印象。可转念一想，他们本来就已经足够差了，可江彻又哪里有因此苛待过小鱼儿分毫？阿姨，这种泼皮无赖，打打不走，骂骂不跑，我跟小鱼走了之后，他指不定还要怎么纠缠。小彻，那我们该怎么办？想要解决这种麻烦，办法只有一个，您跟我们一起去杭城。可还没等他们开口说什么，江彻就又分析了起来。首先是能远离这种麻烦，今天多个堂姑，明天可能就多个叔伯。再者就是在杭城的话，小鱼就能随时看到你们，你们照顾小鱼也更方便。这样吧，阿姨您也可以想一想。分析完之后，江彻没有给他们拒绝的机会，就起身回了萧小鱼的房间里。妈，您到时候把奶奶接上，搬去杭城吧。我知道，妈您跟奶奶都是不想给江彻添麻烦，成为我的负累。小鱼，妈，你们永远不会是我的负累，江彻也不会觉得你们搬过去是添麻烦，反而是你们执意留下的话才会让他担心，因为他知道我会担心。他伸手摸了摸女儿的脸颊，字眼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有豆大的泪珠滑落而下。周莲真的很高兴，女儿能够遇到江彻，一个拯救她生活又能与她灵魂契合的伴侣。我会好好考虑的，你放心。好了，傻孩子，赶快睡吧。为了改变前世宝藏女孩母亲因劳累过度去世，重生归来，我直接豪掷千金在其家附近开了一家奶茶店，只为聘请未来岳母当个闲职。不料引得多年不见的亲戚眼红上门讨要工作，好在被我成功逼走。阿姨，这种无赖打打不走，骂骂不跑，解决这种麻烦只有一个，那就是跟我们一起去杭城。小江，阿姨，我知道昨晚跟您说了以后，您肯定想了很久，归根结底就是不想给我们添麻烦。可是以后我要是跟小鱼有了小孩呢？萧小鱼在一旁听着，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鸵鸟。对于跟江彻的进展还仅限于抱抱亲亲的他来说，这无疑有点太过劲爆了。而周莲对于这些话题并没有什么反应，他们早就已经认定了萧小鱼会嫁给江彻，心里的天平已经倾向于同意搬去杭城了。唯一牵扯着让他们没有答应下来的原因，是他们不想搬过去还要江彻给他们买房。小江，阿姨再考虑考虑。好的。江彻看出了他们的想法，笑着扒起了饭，没有再多说什么。对了，小鱼，刚刚你一个叫杨琴的高中同学来过，留了一个手机号码，让你回过去。妈出去上班了。哦，好的。萧小鱼眼睛有些茫然，上学时因为他的性格使然高中整整3年都没有几个太相熟的人，更别说朋友了。犹豫了一会，还是打了过去。小鱼，我是杨倩，好久没联系了，最近还好吗？我挺好的，谢谢了。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毕业1年了，就说举办一次同学聚会，大家都说去，就问你要不要一起。听完，萧小鱼有些社恐地看向江彻，江彻上前攥住他的小手。小鱼，不要因为任何人任何事委屈自己，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就好，想去就去，不想去的话那就直接拒绝。谢谢你江彻，不过我还是想去参加一下。小鱼，你是要参加吗？待会我把饭店位置发给你。其实萧小鱼内心是不想去的，对他这个小社恐而言是一个不小的灾难，哪怕都是以前的同学。江彻说不用他帮什么，只要他在就好，可是他还是要努力的做出改变，因为他想要江彻拥有一个更好的女朋友。去参加个同学聚会并不能让他变好什么，可是能让他在一次次的经历里变得更勇敢。小鱼，进去吧，我就在外面等你，有什么事跟我打电话。谢谢你江彻。没事，快进去吧。此时交谈声嘈杂的包厢里，声音戛然而止，所有人都在注视着这个走进来的女孩，满脸诧异。你好，你是不是走错包厢了？班长，好久不见，我是萧小鱼啊。
你是肖小鱼，尊都假都。真的假的？之前高中那个丑小鸭，上了个大学就变成白天鹅了。小鱼，不好意思呀，你这变化有点太大了，变得这么漂亮，我还真没认出来。快坐，快坐。此时的肖小鱼从之前那个最不起眼的她，已然变成了整个人群当中最闪耀的存在，再没有人会注意不到。小鱼，你在浙大那边感觉怎么样？浙大挺好的，因为那里有江澈，也是我跟江澈相遇的地方。对了，小鱼，江澈是在你们学校吧？你们见过没有？听说江澈不仅是高考文科状元，还是商界新贵，这要是谁做他的女朋友，晚上睡觉不得笑醒呀？听着这些问题，肖小鱼一时间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埋头炫饭。好在众人都知道肖小鱼内向的性格，也并没有多说什么。很快吃的差不多了，酒足饭饱后准备散场。小鱼，你怎么来的？外面这么热，要不要坐我那辆小宝马送你回去？小李同学，谢谢你，你是个好人。不过不用了，我男朋友在外面等我。肖小鱼起身礼貌地点了一下头，朝着包厢外走去。众人面面相觑了一番后，纷纷跟上。他们现在都想看看肖小鱼的男朋友长什么样子。傻丫头，怎么跑过来的？不热吗？我怕你在楼下等着急了。傻瓜别动，你头上还出着汗呢，我给你擦擦。哦，小鱼，你知道一个女生在男生面前闭上眼睛代表什么吗？唰的一下，肖小鱼睁开眼睛，往后退了一步。江澈，在这里不行的，好多人看着呢。嘿嘿，行了行了，不逗你了，看你红的都要冒蒸汽了，快上车，我们回家吧。此时一旁跟着下来的众人都亚麻呆住了。我去，肖小鱼男朋友竟然开着1000多万的车，还傻傻在楼下等了他几个小时。我要有这车，不得天天保温杯里泡枸杞啊！突然觉得小鱼有种变成了童话故事女主角的感觉，羡慕的话不知道该怎么说了。3天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到了分别的时候。江澈，开车路上注意安全，到家了记得发消息。知道了，小鱼，等过2天我过来接你一起返校。哎，好的。看着车子驶离，肖小鱼还带着笑意的脸上，神情明显可见的变得颓然了起来。小鱼，干嘛这么沮丧？你跟小澈的日子还长呢，短暂的分别只是为了更好的重逢。妈，我知道的。他知道这个道理，他也一直在告诉自己这一点，努力不让自己不开心，导致江澈难过。可真的看到江澈走了，他的情绪又哪里能控制的？前世我舔了校花99年，重生归来我不舔了，只想守护好前世错过的宝藏女孩。小鱼，想我了没？如果想我的话，我可能会很快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哦。那你忙不忙？除了忙着想你之外，一点事情也没有。我想你了。那有多想呢？超级想。小鱼，那你出来吧。肖小鱼愣了一下，下一秒他跑出屋子，江澈就站在院子里，笑意盈盈地看着他。这么想我呀？跑得这么快也不怕摔着？不会摔的，我相信你会把我接住。这么想我，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因为我怕你在忙，会打扰到你。傻瓜，那你可以问问我忙不忙呀？我怕你现在不忙，可忙起来的时候会挂念，影响到你，我也帮不上你什么，还给你添麻烦。江澈抓着他的小手愈发用力，这是什么跌落人间的天使？你跟我在一起，你什么都不用怕，你不会影响我，更不会给我添麻烦。还有，不要去想你帮不上我什么，有你在我身边比什么都强。江澈，我知道了。江澈上前环抱住了他，头顶的阳光灿烂，正如相拥在一起的他们那份灿烂而光明的未来。小鱼，我们跟阿姨说一声，今天回学校了。好的。此时江澈并没有向这大方向开去，而是朝另一条路驶去。江澈，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呀？嘿嘿，到了你就知道了。哦。随后江澈把车停在8号别墅的小院，拉着肖小鱼的手下了车。肖小鱼同学，欢迎来到我们未来的家。肖小鱼没忍住一下子红了眼眶，其实他已经隐隐想到了江澈带自己来这里的原因，他根本不在意房子是大是小，他在意的是他们未来的家。感动了，傻瓜，感动了要笑，哭什么？江澈，这就是你提前来杭城的原因吗？对啊，要不然我怎么舍得让我们家小鱼一个人在家待几天呢？上次不是说到时候阿姨搬过来吗？我不得提前把我们未来的婚房准备好。走吧，小鱼，去看看我们的家。肖小鱼睁大着眼睛，新奇地看着所有一切，脑海里想象到的却全部都是以后跟江澈一起在这里生活会该是什么样子。小鱼，喜欢吗？喜欢。不过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告诉你，我爸妈来杭城了，中午左右抵达的航班。啊，那我现在去给阿姨他们收拾一下房间。小鱼，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去见他们了吗？他们一定很喜欢你，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让他们见到你了。肖小鱼还没有准备好，一点也没有，他本身就社恐，见江澈父母带给他的压力又太大，可听到了江澈的后半段话，他又突然鼓起了莫大的勇气。去，我准备好要去了，但是去之前能不能先回一趟学校？我想去拿点东西。当然能了，我们这就去。另一边，江澈父母刚下飞机，儿子，你今天忙不忙？忙的话就别过来了，我跟你妈回去随便吃点。爸，我今天不太忙，待会儿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呢。儿子他说什么？他说待会就回去，还要给我们个惊喜。这臭小子不给我们惊吓，我就谢谢他了。嗨，提前有了心理准备，还怕他能吓着我们不成？走吧，回家看看他能整出什么花样来。江澈，你爸妈会不会嫌弃我呀？傻瓜，他们喜欢你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会嫌弃你？就在这时，门外响起开门声，只见江澈父母走了进来。爸妈，阿
阿姨、叔叔，你们好。陈飞荣愣了一下，看到肖小鱼站在那里，温温柔柔、怯生生的样子，让人一眼就生出一种怜爱感，而且还这么漂亮，让陈飞荣对她的第一印象好到了极点。爸妈，这是肖小鱼，我的同班同学，同时也是你们未来的儿媳妇，我的女朋友。肖小鱼，真好听的名字，我就叫你小鱼吧。肖小鱼被陈飞荣拉着坐到了沙发上，被牵起手的时候，她整个身子都控制不住的僵硬了一下，让陈飞荣更加切实感觉到了肖小鱼的内向，没来由的生出了几分心疼感。我是江彻的妈妈，我叫陈飞荣，这是江彻的爸爸，他叫江丽云。叔叔、阿姨，你们好，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礼物。好。陈飞荣笑着应了几声，下意识摸了摸裤兜，笑容又逐渐凝固，在肖小鱼看不到的角度使劲剜了江彻一眼。他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但也知道这到了该给见面礼的时候了。可江彻这突然袭击，他哪来得及准备礼物？我也不知道该准备一些什么。江彻说，叔叔阿姨，你们最近在旅游，喝热水没那么方便，就想着送您个保温杯。杯子是肖小鱼买的最好的，花光了他几乎所有的积蓄，然后又一点点的亲手织了2个杯子套。陈飞荣切实感受到了肖小鱼对他们的用心，拉着肖小鱼的手，小鱼，阿姨跟你道个歉，江彻也没有知会我们一声，让我们都没来得及给你准备什么见面礼。阿姨，没关系的，您不用给我什么见面礼。傻姑娘，这是阿姨应该的，就像你送叔叔跟阿姨礼物，我们这当父母的第一次见到孩子，哪有不给孩子见面礼物的？看着交谈中的老妈跟女朋友，一旁的江彻笑意盎然，而小鱼那乖乖的样子，简直是直戳陈飞荣的心窝。妈，这个够不够惊喜？哼，看在小鱼的面子上，我就放你这臭小子一马。妈，小鱼给你们做好了一桌菜，咱们有什么边吃边聊。小鱼，真是辛苦你了。没事的，阿姨，我先去厨房把菜端出来。陈飞荣看着厨房的方向，好一会儿，转头看向了江彻。你这臭小子，从哪儿骗来的这么好的女孩子？故事要从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开始说起。那天是我们开课的第一天。臭小子，你能不能好好说话？江彻从头开始讲述，说起了他们的初遇，说着说着，自然而然的也说起了肖小鱼家庭情况。陈飞荣强烈的怜爱更加无以复加到了极点。看到肖小鱼从厨房走出来，陈飞荣踌躇了一下，还是没有忍住，快步走到了肖小鱼面前。小鱼，以后跟小彻一样，你就是我的孩子，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叔叔阿姨都是你另一处遮风挡雨的庇护。阿姨，我知道的。江彻在一旁看着，嘴角已经快要翘到了天上。还有比这一幕更让人感到幸福的时候吗？而到了晚上，江彻送肖小鱼回了宿舍。小鱼，我们毕业以后就订婚吧。我听你的。肖小鱼并没感觉到意外，因为他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了，陪伴江彻一辈子的准备。你可真是个小傻瓜，就不怕哪天我把你骗了吗？你不会的，我相信你。我爱你，小鱼。江彻，我也爱你。